我穿越乱世，成为小镇上的一位教书先生，觉醒了9年义务教育系统。只要学生努力学习，我就能变得更强。至此，天道崩塌，万点沉浮。战国乱世，大周崛起于微末，吞并天下，灭6国，一统中土。然而，江湖势力割据而至，宗门帮派横行无忌，视大周法度于无物。于是，大周雄军又开启了一场更为血腥的骂踏江湖。天下兴亡，百姓皆苦啊！哟，这不是逃亡而来被赵寡妇收留的小乞丐吗？你这是干什么呢？大叔，我这是在招生。招生？就是招纳学生入学读书。你是教书先生啊？你识字啊？天塌了，快点逃吧，可别连累我们啊！诸位不必惊慌，吴国已经成为历史，现如今是大周的天下，大周不杀读书人的。什么吴国，什么大周，在他们记忆里，那都是把他们老百姓当畜生的主。眼前帅气的人便是咱们的男主煲仔饭，穿越而来，自带一个系统，但是需要开设一间学堂，并且招收一名潜力值在80分以上的弟子，才能开启系统。然而，在这乱世之中，活下去都是奢望，怎么可能开设学堂？于是摸爬滚打了几年后，乱世一统，这才开办了一间学堂。范哥，我给你送饭来了。小珍珍，辛苦你了，谢谢。范哥，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不急，世事变幻，总归是需要慢慢接纳的。小姑娘听不懂，不明觉厉。如果我能成为范哥的学生就好了。你还小，很多知识和道理学得太早未必是好事。有人在吗？你好，我是煲仔饭，是这所知行学堂的院长。来，先进来再说。如果不着急，你先坐坐，等我吃完饭再来见你，好吗？唉，你这是做什么？小小年纪唉声叹气的。范哥，我认识他，他是1年前才来龙泉镇的，有一个病老父亲，家里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估计没钱给你教束修。煲仔饭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埋头吃饭。珍珍忽然感觉有些压抑，煲仔饭脸上的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却总有种心慌的感觉。范哥哥，我是不是说错话了？我知你是无心之言，但你要切记，无心之言伤人最深。好了，你先回去吧，等晚上再给你讲《西游记》的故事。我在家等范哥哥回来。你来是想要入学读书？爹爹听说先生学堂开课，便让我过来入学。你就不怕因为读了书被官府抓去？嘿嘿，就像先生您说的，大周不杀读书人，反而读书对于如今的大周百姓来说，算是一条通天路。看你谈吐，想来应该不是寻常百姓之家，为何流落至此？这是我唐突了，你和你爹的来历不需要告诉我，你只要有心求学，我自然会尽心传授。只是我传授的知识或许与你所知的内容不大相同，你可还愿意继续学？教你第一课：男儿膝下有黄金，一跪父母生养之恩，二跪祖先祭祀之礼，三跪天地包容之德。除此之外，无需再跪任何人。多谢先生教诲，弟子明白了。只是无妨，束修的事情你尽力而为即可。弟子许平安，拜谢先生大恩。好，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知行学堂的第1位学生。你先回去准备，7日后学堂正式开学。恭喜宿主成功开启系统，这是面板，判官老爷们可以暂停看哦。看完没？我收起来了。收徒成功了，奖励至圣儒学全套。这至圣儒学中竟蕴含有真正的养气炼气之法，还能养出一口浩然真气，那读书人岂不是也能拥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能力了？那咋了？这第一个送上门的弟子，竟还是一位前朝的嫡系后裔，若被人知道了他的身世，恐怕是一场莫大的灾难。那咋了？但不管是前朝王室还是普通百姓，既然入了知行学堂的门，那就是我煲仔饭的弟子，就要一视同仁。对。拆了学堂，让他滚出龙泉镇。县令官老爷都说了，他私开学堂已经是死罪，我们龙泉镇的人也会跟着受罚，不能让他留在这。对，让他滚出去，拆了学堂，
滚出去！别害了我们全镇的人！各位，请听我一言，晚生煲仔饭。如你们所见，我是个读书人，也是个教书先生。你们看，他自己都承认了，咱们绑了他，把他扭送官府。这位大哥，你说县老爷说我是死罪，那为何一日过去了，还不见官府的人来抓我呢？许是，官老爷不得空闲，等他们腾出手就能来抓你了。既如此，咱们不妨多等几日。如果官府的人来抓我，那就说明我确实有罪；但若官府的人不来抓我，那诸位是不是就能相信我煲仔饭并没有违法乱纪？大家别信他，他就是有罪，会害了我们的。咱们把他绑了，扔出龙泉镇去。放开先生！小病痨，哪有你什么事？给我滚一边去！眼看着少年就要摔倒，他那病老鬼父亲看似无意的横移了一步，正好挡在他背后。煲仔饭蓦然一惊，见许平安没有摔倒，不由得松了口气。大兄弟对孩子动手有些过分了。大兄弟既然不愿讲道理，那我也略懂拳脚。想不到这煲仔饭看似文文弱弱的模样，还有这本事。这个读书人脾气似乎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好啊。各位乡亲，你们看要不要再多等几天，看看官府到底会不会来拿我呢？好，再看看。煲仔饭笑了笑，不再说话。上一世他听过一句话：一旦你决定用野蛮的方式对待这个世界，你就会发现身边的人好像都变得温柔了。官府来人了，来抓煲仔饭了！我穿越乱世，成为小镇上的一位教书先生，觉醒了9年义务教育系统。只要学生努力学习，我就能变得更强，并且学生所学的知识与技能，系统都会成倍返还给我。至此，天道崩塌，万众臣服。官府来人了，来抓煲仔饭了！刘主簿来了，有失远迎。范先生客气了，原本早该来的，奈何俗事缠身，耽搁了。煲仔饭虽然只是一介白衣，但刘主簿却没有半点怠慢。天下初定，百岁待兴，朝廷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如果这个范先生能够为安宜县培养出1、2个能越过龙门的学子，那咱们在政绩上也必定会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范先生，县尊大人让我转达，先生若有什么困难，就去县衙找他，能帮的一定帮。这是5贯钱，就当是县衙对先生学堂的一点资助了。还请先生理解，朝廷初定，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县里也比较困难。还请主簿大人代我向县尊大人致谢。先生客气，应该的。本官今日前来，是奉安宜县县尊之命，向龙泉镇百姓传达几件事。如今天下大周一统，曾经吴国的旧法全部作废，至于新法的内容太过繁琐，我就不一一赘述。不过有一条你们要明白，大周不杀读书人，相反，大周实行科举制。若读书有成，还能取得官身，成为你们口中的官老爷，代大周朝廷管理一方子民。读书还能做官老爷，骗人的吧？咱们世代农耕的泥腿子，命不如狗的贱民，还能翻身做官老爷？这位范先生便是县尊大人请来的教书先生，在县尊大人的大力支持下，于龙泉镇开办学堂。尔等若想读书，便去找范先生，只要先生愿意，皆可入学。范先生，小的错了。起来吧，下不为例。一切事宜结束后，刘主簿便与煲仔饭告别，离开了龙泉镇。读书读得好，就有机会当官，这可是一个逆天改命的机会啊！村民们自然都想要这个机会，而煲仔饭就是龙泉镇唯一一个能给他们这个机会的人。天色不早了，大家都回去吧，想入学的明天再来。如今煲仔饭的话对于龙泉镇来说可谓是最有分量的，听他这么说，大家不敢违抗，只好各自离去。范先生，我父子家无长物，只有这一枚玉佩勉强能拿得出手。先生若是不弃，就收下当做束修吧。煲仔饭看了眼许平安父亲手中的玉佩，只见其通体满绿，珠光宝气，一看就知道是玉中极品。此物太过贵重，我看不如这样，让许平安在我这里帮忙做庭院打扫的工作，就当是底束修了。我愿意帮先生打扫，但父亲束修还是要给的。求学在心不在财，你们自己定。好一句求学在心，有意思的人。父亲，先生是什么意思？平安，你记住，以后他就是你的恩师了。先生本来就是我的恩师啊。先生这是将平安当成入室弟子了，若非如此，又怎会放心让一名学生打扫自己的隐私之地呢？小范呀，恭喜你，学堂终于开张了。
赵姐，承蒙您收留照料，让我不至于冻死街头，这份恩情我会永远铭记在心。煲仔饭仰头喝光了碗里所有的酒，一滴不剩。赵寡妇微笑着看着他，默不作声。坐在一旁的小珍珍却忽然感觉娘亲的眼里好像有些什么东西一闪而逝。范先生坐。范先生，这是我蒸的米糕，请先生品尝。范先生，大包子里面放了肥肉，可香了，您尝尝。一早上的忙碌，学堂又多了5位学生，然而能够被系统认证的学生一个都没有。还真被我练出了些许浩然真气。呵呵，炸鱼都不够。先生，学堂打扫干净了，我先回去了。小平安，这本书是为师专门为你抄录的，你拿回去，有时间好好研读，有不懂的就来问我。多谢先生传授。另外还有些不宜记录在书本上的东西，我也一并传给你，你仔细听着。紧接着，煲仔饭便将至圣儒学中的养气之法传授给了许平安，并现场为他解惑。一师一徒，一教一学，忘乎所以。直到夜空已经点缀上点点星辰，许平安才从学堂离开。今天怎么这么晚？向来懂礼守礼的许平安却并没有第一时间给父亲见礼，反而一脸凝重的转身关上了门，拿出了那本煲仔饭送给他的手抄《大学篇》。这是今天先生传给我的一本书和一些不寻常的东西。这件事你自己知道就行。先生，往后平安就麻烦您照顾了。先生，我这是怎么会在这里？平安，以后你就跟着为师生活吧。范先生，7日后，如果我没有回来，替我告诉平安，这一生永远不要离开龙泉镇。煲仔饭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他知道眼前这个人是曾经的燕国王室嫡系。许文兄，平安还小，你是不是？我时日无多，等不了了。平安能入你门下，我很放心。范先生，拜托了。人各有志，你若坚信这是你的道，那你就去吧。平安既然是我的弟子，我自然会照料好他。男人起身，眼眶有些泛红。范先生，若我能活着回来，我许文成必将报答先生恩情。煲仔饭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许文成最后看了眼椅子上的许平安，眼中满是不舍。可最后他依然还是离开了，不曾有一步犹豫。哎，亡国又亡家，如今最后一个亲人也离你而去，一个懂事的孩子为何如此命运多舛啊？煲仔饭将许平安抱到床上，盖好被子，自己则坐在一旁，一坐就是一夜。先生，我父亲他你父亲走了，他有他的选择，你不要怪他。到底还是去了，父亲不要我吗？你们身份特殊，你应该理解你父亲的身不由己。许平安难以接受，趴在床上泣不成声。他知道父亲这一去将注定会是永别。7天一晃而过，许文成不出所料没能回来。煲仔饭明显感觉到许平安眼里的那一抹光，随着7天时间一过，也一并消失了。平安，你听，好热闹啊！平安，国仇家恨自然不能忘，但为师由衷希望你的人生不该只有悲痛和仇恨。人生啊，你做什么样的选择，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为师不会干预你，只是希望你多看看这个世界。先生教诲，弟子定当铭记。走，趁着天色还早，咱们去钓几尾小鱼。今晚你我师徒对饮几杯。不到10天，煲仔饭掌心出现了3缕浩然真气，这就说明许平安也练出了至圣儒学中的浩然真气。好小子，不愧是接近满分的潜力值，我练成1缕都要3个月，人家只要10天，这天资可比我这个先生高得多啊！岁月慢慢走，时光飞得快，转眼间已是夏至。靠着逆天徒弟的修炼天赋，煲仔饭成功修成了第9品的儒士。成功入品后，煲仔饭身上会散发出一种儒士独有的气场，这种气场能够影响身边的人和事，甚至是天地环境。与此同时，小镇上来了一批城里人。我姐弟初来乍到，舍弟又到了读书的年纪，听闻先生在此开设学堂，便前来拜求先生收舍弟入学，不求他学有多高，只愿能多学些道理即可。哼，我才不来这里，我才不要跟他学。姐姐，你是名满京都的才女，你教我比他强10倍。明夜休得无礼。
先生勿怪，舍弟从小在家里被宠惯了，冒犯了先生。童言无忌，没事。姐姐，你是知道的，我不喜欢读书，就让我在家里跟着刘师傅练武好不好？好你妈！检测到潜力值超过80点的弟子，请宿主尽快收服。这一对姐弟的潜力值竟然都超过了80点。好吧，好吧，我跟他学。不过姐姐，你要答应我，让我跟着刘师傅练武，不然我是坚决不会来的。好，依你，先跟范先生道歉。对不起。没关系，那就劳烦范先生多操心了，一点心意算是明夜的束修，还请范先生收下。不急，读书求学并非儿戏，陈公子心不诚，就算勉强入学也是蹉跎岁月，不如等陈公子心甘情愿求学的时候再来。范先生何时对束修不满意？与钱财无关，学东西贵在精而不在多，二位请回吧。大胆腐儒，你可知我家小姐是谁？竟然这般无礼！住口，打扰了。哼，乡下人倒是好大的架子。平安送客。请。陈云兰不禁脚步一顿，转头看了眼这个看似文弱的少年。刚才那一瞬间，他感觉到了一股不同凡响的气机在这个少年身上流转。这少年绝不简单。我穿越成了小镇上的一位教书先生，觉醒了9年义务教育系统，可以检测到学生的潜力值，只要潜力值大于80，我就可以将其收入门下。与此同时，系统也会赐予学生专属的修炼技能，有儒道、剑气、琴音等等等等，并且这些技能系统都会成倍返还给我。第一位弟子陈平安，潜力值高达92，乃是前朝皇室后裔，专修儒家浩然真气。不久后，靠着授徒返还系统，我也成功修成了第9品的儒士，有了改变天地环境的能力。然而当第2名徒弟上门时，我却拒绝将其收为徒弟，只因他是当朝户部侍郎的儿子，看不起我这小镇上的教书先生。于是我决定以《西游记》服人。平安公子，请问范先生在吗？陈家陈云兰携舍弟前来拜访。陈小姐，抱歉，今日课业已经开始，先生需要上课，没时间见你们。平安公子，还请劳烦转告，不会耽误先生太久的时间。陈小姐有什么话，不如等下课后再说。小平安，上课了。哎，我去，这乡下先生也太嚣张了吧！去搬把椅子过来，今天我们就当椅子旁听，听听看这位范先生教的是什么课。姐姐，你堂堂京都4大才女之首，那穷酸先生哪来的资格让你听他讲课？咱们回去吧。陈云兰只是瞥了他一眼，并未言语。陈明业也没有办法，只好站在一旁陪着。同学们，上次为师傅制的静夜思，大家都记下了吗？记下了。好，那大家一起来背诵静夜思床前明月光，开始。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很好，看来大家回家都没有偷懒，值得表扬。中午下课前，如果有时间，老师给大家讲一篇《西游记》以作鼓励，好不好？哇，先生，我要听《西游记》。好，不过得先完成今天的课业。君子之德，对于君子之德，至圣先师早有定论，谓不妄动，不图语，不苟求，不虚行。所谓不妄动，动必有道，谋而后定，凡事不可轻率而行。陈云兰只是听了一句，身形便不由自主的正襟危坐。一开始他以为煲仔饭会像其他先生一样讲科考的内容，可煲仔饭讲的已然超脱了世俗功利，是更高层次的至理名言。时间慢慢过去，陈云兰就这么顶着烈日听了一上午。好了，君子之德为师就讲到这里，大家下课后多做复习。先生，您给我们讲讲《西游记》吧。上次讲到了那孙悟空翻山越岭，驾舟渡海去拜师求艺，他究竟找到了仙人没有？行，时间还早，那先生就再给你们讲一回。话说猴王参仙访道，无缘得遇，在于南赡部洲，串长城，有小县，不觉8、9载有余。鸿蒙出辟原无性，打破顽空虚悟空。这猴王后来又修得什么道果？且听下回分解。啊，先生，怎么又是且听下回分解？多讲一段嘛。是啊，先生，祖师到底教了猴王什么本领？您说说嘛。嘿，这穷酸先生讲故事讲到一半就停了，你倒是继续讲啊！难道这故事也是这番先生编的？还真是个奇人。故事只是陶冶情操，丰富尔等想象，不可玩物丧志，切记。先生辛苦了。同学们辛苦了，回家吧，5时过后再来。范先生，我知道上次舍弟无礼冒犯了范先生，这次来，我姐弟俩是真心实意来向范先生道歉的，恳求范先生能原谅。
道歉就不必了。上次我就说过，我在意的并非是陈公子的态度，而是他的求学之心。范先生，我有求学之心的，我已经悔悟了，我想来上学，恳请范先生教我。你不是来求学，你是想来听故事的吧？嘿嘿，来上学，顺便听听故事嘛。你们请回吧，小平安烧火做饭。陈云兰见煲仔饭心意已决，只能无奈叹了口气，缓缓行礼，随后带着陈明业离开了学堂。先生，这一次陈家姐弟的态度诚恳了不少，怎么先生还是没有收下他？是人对唾手可得的东西，往往都不会太在意，只有苦心求来的，才能被当作是宝贝。陈家姐弟资质非凡，若无心求学，来了也是蹉跎岁月，甚至因为他们背后的关系，对我们学堂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不得不慎重。先生还真是煞费苦心，只是先生就不担心他们经不住考验，下次就不来了？那陈家小姐既然有才女之名，想必还是有些见识的，她不会不来，就算不来也没关系，对咱们也没有影响，不是？先生说的对。离开学堂后，陈云兰回想着刚才煲仔饭所讲的课，古诗、静夜思、君子四德、西游记，每一样都给她带来了颠覆性的认知。姐姐，不知道你感觉到了没有？那个学堂有些奇怪。哪里奇怪了？这大夏天的，那学堂里竟然不热，而且这种不热很奇怪，感觉不是天气上的不热，就像是从心底散发出来的不热，说不上来。陈云兰一怔，说实话，这一点的感受她不如陈明业，因为她早已寒暑不侵。明业，你是咱们陈家独苗，肩负着陈家的希望，你要尽快成长起来，知道吗？好吧，姐姐，我愿意去学堂读书。好，明天咱们再去求范先生。好。范先生，舍弟如今心甘情愿拜入范先生门下，望范先生垂怜，收下他吧。范先生，是小子年幼无知，不识先生大才，如今已诚心悔过，求先生允许小子跟随先生求学。你们姐弟俩三顾草庐，可见确实心诚。既然如此，明日卯时3刻便来上学。多谢范先生。陈小姐，你若有空，也可一同前来上学。我也可以。女子虽不能参加科考，但多读些书总归是好的。弟子陈云兰拜见先生。恭喜宿主增加2名弟子，奖励武道真解、天鹰八绝。读书、习武、弹琴，并不冲突。陈云兰隐藏身份，中州武林圣地凤鸣山唯一幸存真传弟子。17岁武道4品修为，也算是个天才性选手了。凤鸣山，这不是大周要清洗的宗门之一吗？陈云兰这个隐藏身份一旦暴露，陈家恐怕就别想活了。这3本书分别是《大学》《论语》《孟子》，你回去好好研读，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再来问我。是，请遵先生教诲。这字中竟然蕴含着一股震慑人心的力量。传闻只有超脱一品境界的人，才能将自身神魂外显，影响他人。果然，先生他是一尊陆地神仙。范先生，您尝尝，这是我新酿的一款酒，名为桂花酿，看看味道怎么样？好香，好香，老板娘给我们也上一壶。2位客官，这桂花酿奴家还在尝试，所以就只酿了这一壶，若好喝，奴家再多酿些。赵姐，多谢款待，学堂还有些事，我就不多留了。范先生，今日中秋，先生留下来一起过个团圆节吧。多谢赵姐盛情邀请，还是不必了，告辞。赵寡妇看着煲仔饭越走越远，她终究还是困在了原地，不敢多上前几步。情感的事不能勉强，还是不要让她有什么误会的想法吧。也不知为何，今日心中竟有些惶惶不安。来龙泉镇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这样。不好！唐花荒草里绕雪为间。赵姐，小范呀，恭喜你，学堂终于开张了。赵姐，承蒙您收留照料，让我不至于冻死街头，这份恩情我会永远铭记在心。赵寡妇还没来得及说完一整句话，便彻底没了声息。煲仔饭浑身一颤，心头一阵绞痛，他立即放下赵寡妇的尸体，靠着敏锐的五感找到了被埋在废墟的赵真。请问这酒坊老板娘是何人所杀？巡天阁奉命缉拿范进五夫，有生杀之权，事出紧急，没能顾及这对母女，我等愿意赔偿。这里有10两黄金，足够买他们2条命了。请问这酒坊老板娘是何人所杀？我杀的。出刀之际，他正好站在那犯人身边，刀气一散，自然就连累了他。敢问阁下姓甚名谁，所在何方？什么意思？想要找我报仇？一只蝼蚁而已，落脚只是顺带踩死的东西，也想找我报仇？
不是我，是他。等这孩子长大，总该知道自己的杀母仇人是谁。至于他会不会报仇，一切由他自己决断。有意思，还从没听说过有人敢找我巡天阁的人报仇。好，你记住，我叫万龟，巡天阁6品巡天卫。好，万龟，你记住，从现在开始，你不许死。漫天似我挂念你无边，白了夜，等了心头美丽。范哥哥，我娘亲呢？煲仔饭沉默，轻轻抚摸着小丫头的脑袋。我娘亲呢？真真，以后就跟范哥一起生活，好吗？范哥哥，让我回去好不好？我要娘亲，我要娘亲。听着小丫头近乎窒息的哭泣声，煲仔饭没有说太多安慰的话。他明白任何安慰的话都是无力，他只是将小丫头抱在怀里，拍打着小丫头的后背，尽可能的给予她一点依靠和温暖。范哥哥，你会武功吗？懂一点。范哥哥，我要学武，我要报仇。恭喜宿主增加1名弟子，奖励剑精。赵真也成为了煲仔饭的弟子。有意思的是，之前的赵真潜力值并没有达到80以上，经历此番变故之后，他的潜力值竟然突破了80，甚至比陈云兰还要高一点。原来潜力值并非永久固定的，就像人的未来充满了变数。每一滴泪水都像你流进池，倒流进天空的海底。我穿越成了小镇上的一位教书先生，觉醒了9年义务教育系统，可以检测到学生的潜力值，只要潜力值大于80，我就可以将其收入门下。与此同时，系统也会赐予学生专属的修炼技能，有儒道、剑气、琴音等等等等，并且这些技能系统都会成倍返还给我。正所谓亲人祭天，法力无边。赵寡妇下线后，真真的潜力值发生了改变，超过了80，于是煲仔饭便将其收入门下。与此同时，系统奖励的剑精也随之而来。之后的日子，为了修炼剑精，在陈云兰的帮助下，学堂内建起了一座铸剑炉。煲仔饭每日每夜的在剑炉铸剑。没想到先生竟然还是一位铸剑师，这个职业在江湖上可谓是地位不俗。从今以后，你便叫墨渊吧。范哥哥，我这把便叫初雪吧。范哥哥，练剑精能杀人吗？能，但你要记住，剑法最高境界乃是不杀。赵真不明白煲仔饭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他要为娘亲报仇，其他的他一概不管。先生果然是神仙中人，随手铸就的宝剑便能堪比天下10大名剑。先生，这火锅的名字取得真是恰如其分，当真是着火一般。在为师的家乡还有很多吃法，只是可惜这里的材料有限，只能将就一下了。能出先生这样的人物，那必定是一处仙乡宝地啊！虽然也会有些蝇营狗苟，但相比于大周来说，那里的百姓不愁吃穿，不受战乱之苦。从某方面来说，确实是一出人间天堂吧。那师傅，你为何还要来这里？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这里，而且就算想回去，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先生教过我们，天下之大总有极限，想必将来先生一定能找到回去的路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说话间，煲仔饭忽然身形一顿，随后猛地起身，吐出一口鲜血。师傅，真真，这就是剑精修成之前，无时无刻都在经历着穿心蚀骨之痛。你若一旦挺不过去，轻则残废，重则丧命。师傅希望你多想想，除了剑精，师傅一样能让你成为高手。赵真呆呆地看着煲仔饭，虽然之前就听师傅讲过修行剑精的困难和痛苦，但却想不到会有这么严重。小师妹，师傅学问顶天，有的是让你强大的方法，咱们另选一条路好吗？师傅，真的很疼吗？真真，不管你做什么选择，师傅都支持你。师傅只是希望你能多想想，多看看。师傅，我有点累了，先去休息了。去吧。先生，小师妹还小，不能任由她自己选择，万一她顶不住，不成功那就死。许平安浑身战栗，无法相信这种话是从煲仔饭口中说出来的。真真虽然年幼，但心性远比同龄孩子成熟。他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为他娘亲报仇，剑精就是他完成这个目标的希望。如果不成功，他的心也会随之死去。所以不管我们怎么劝，他还是会选择剑精。
可是没有可是，过了这一关，他才能重生，才能重新找回活下去的希望。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父母就是依靠，这个依靠倒了，就会成为无根浮萍，找不到活着的方向。而现在，复仇就是赵真活着的方向。你想好了吗？既然师父为我铸造了这柄剑，那就说明师父知道最适合我修行的就是剑经。师父，我没得选。好，那为师今日便传你剑经。日子过得很快，除夕这天一大早，煲仔饭带着赵真和许平安上街置办年货。少东家，您来了。是你大师姐命人重新修建的酒坊，在你的名下。掌柜，店里有桂花酿吗？回少东家，酒坊新开，已经过了桂花的时节。再者，店里酿酒事也不会。赵真脸上没有多少变化，但却已经是泪流满面。他指尖轻轻拂过酒柜上的酒坛，脑海中浮现出娘亲酿酒时的每一个瞬间，那些画面就像是刀刻斧凿一般刻在他脑海中。我会。那感情好，等来年8月桂花盛开，少东家来指点几句。师父，我想独自去看看娘亲。娘亲，范哥哥现在是我师父了，师哥也对我很好，还有其他人都很好。丫头，我现在穿得暖，吃得饱，什么都好。可是娘亲，丫头，好想你。娘亲，好痛啊！娘亲，抱抱。煲仔饭站在屋顶，双拳紧握，极力的克制自己不要插手。可小姑娘眼看就要撑不下去了。何方妖孽？赵姐！一股阴冷的气息渐渐包裹住了赵真的身体，煲仔饭眼眶微微泛红，身上浩然真气尽数内敛，没有半点外泄。等赵真彻底安静下来后，赵寡妇的魂魄这才松开了赵真的身体，低头轻轻吻在他额头。赵寡妇转过身看向煲仔饭，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丝毫声音。赵姐，你放心，我明白。赵寡妇嫣然一笑，随后深深鞠躬，久久不曾起身。煲仔饭抱拳回礼，同样是深深躬身，久久不曾起身。那阴冷的气息一点一点消散，直到最后再也不见半点。娘亲，原来一切都只不过是梦境罢了。师父说的没错，剑经一旦开始修行，就要无时无刻承受剑气穿心蚀骨的痛苦。养成剑气了。师父，您怎么在这？见你一夜未归，便来找你。来，师父背你回家。师父，我要跳上来了。来吧，师父还年轻，顶得住。咱们家小真真体重3两，剑气却有万钧之势，将来一定会是一位绝世剑仙嘞。那是，师父是绝世大剑仙，我赵真就是绝世小剑仙。师父，回家喽。过完元宵后，学堂里的氛围明显就变得有些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即将参加人生中第一场科举考试，也是这些孩子踏上求取功名的第一步。这是哪里来的一帮毛头小子？字或许都认不全，竟也能来参加科考，贻笑大方。放心，大胆吃。你们也知道，师兄我家里别的没有，就是钱多。这一桌不算什么。经历了5天的科考后，陈明业在县城最有名的一家酒楼点了一大桌子菜。可穷苦人家的师弟们看着这一桌子菜，却不知道怎么下筷子。这一条鱼到了这县城酒楼就能值80文钱，这80文钱都够俺们家过1个月了。大家放开师兄弟之间，不必拘泥这些。往后明夜师兄若是需要帮助，你们也会毫不犹豫的出手，对不对？那是自然，大家都是先生的弟子，是亲如手足的师兄弟。不管是明夜师兄还是其他的师兄，将来若需要我大虎帮忙的，必定是义不容辞。不愧是大师兄，短短一句话，不仅缓解了尴尬的局面，还让师兄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难怪先生不在的时候，都是由大师兄代师授意。师兄，我敬你一杯，提前庆贺你取得好成绩。刚刚才考完，现在说这些还太早了。我也参加了考试，知道考卷的内容对于师兄你来说必定是手到擒来，所以师兄就不必谦虚了。让他们滚出去！敢占用王公子的包间，你们酒楼还想不想开了？掌柜的，你可要小心了，
这些毛头小子可都是乡下来的泥腿子，可付不起你的饭钱。王公子他们已经付过钱了。我倒要看看这些毛头小子有何能耐。明夜教训一顿也就是了，不必动真火。好，看在师兄的份上，饶他一命。大言不惭，还饶我一命！罗师傅，给我把他们废了，我给你免2年租金。那罗师傅当即便答应。习武之人当以义气为重，攀附权贵，助纣为虐，你又如何当得起师傅二字？小子，你错了。习武之人，强者为尊，我全都应，我就是道理。师兄，跟这种头脑简单的莽夫讲道理没有用，得跟他们讲拳头。难怪大周朝天要马踏江湖，住这个江湖都是这样的人，那还是把它填了的好。什么乱七八糟的，给我！你助纣为虐，不分青红皂白，废你一条手臂，从今以后便不必袭我，以免你去祸害更多无辜之人。我是王家大少爷，你敢动我一下，我王家不会放过你。算了，与你讲道理，不过是浪费口舌。先生说的对，对付你这种人，只能用强权。吃饱了吗？天色还早，不如咱们回龙泉镇去。全凭大师兄安排。明夜，麻烦你先处理一下，我护送他们回去。好，师兄你先走，我随后就到。去趟县衙，让娄县令来一趟，就说陈家陈明夜有事相求。陈公子在哪呢？下官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啊！娄县令，我和姐姐一起回左的读书，本就是看中了安一县人杰地灵，可现在看来，好像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啊。是下官失职，下官定当彻查。回到学堂后，煲仔饭给大家放了3天的假期，3天后也是县试成绩发放的日子。日子很平淡，许平安还是老样子，待在学堂里捧着大学反复研读，煲仔饭则坐在凉亭里抚琴，赵真就在院子里舞剑。平平淡淡的生活真好，只希望小师妹和师傅早日练成先天剑体，不用再承受那万箭穿心的痛苦。礼报来了，礼报来了，师兄你中了，见过先生。师兄你中了半首第1名。知道了，你呢？大家呢？咱们都中了。听那送礼报的官差说，5月份到州府参加府试，明年2月再通过院试，咱们就都算是大周朝第一批秀才了。师兄你就轻松了，可以直通院试，不用再参加府试了。大虎，琪琪别骄傲，路要一步步走。明白，我们还需要更加努力才行。好了，也算是一件喜事，都回家好好庆祝一番吧。今日就不上学了。学生们自然是喜不自胜，拜别先生后，一个个撒丫子离开了。大虎还想邀请许平安一起去放风筝，被许平安婉拒了。平安，恭喜你得暗手之名，怎么不一起去玩一玩？得了暗手也没什么好骄傲的，天下初定，读书人没几个。得暗手并不是因为我水平高，弟子不敢松懈。师兄好厉害，除了师傅，想来没人比师兄还厉害吧？小师妹，练剑累吗？不如先休息一下。不累。说罢便继续练剑，许平安就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练剑，时不时的竟然还能出言指点几句。赵真知道他这位师兄是无法想象的绝世天才，读书习武无一不精。凉亭里看到这一幕，煲仔饭满怀欣慰，有这么一位大弟子，还真是省事啊！我这个主角这一集里都没说几句话。转眼已是端午，过完节，孩子们便一同去郡城参加今年的府试。许平安也跟着师弟们一起去了郡城，只为护送他们周全。学堂里还有一位女弟子，名为陆悠悠，总幻想着有一天能够白马长剑，去那江湖里闯一闯。于是煲仔饭为她铸造了一柄名为陆明的长剑，却并没有传授她剑经，因为以陆悠悠的资质，修行剑经是九死一生。从此以后，赵真也因此有了相互切磋磨练的对象，姐妹俩几乎是形影不离，时时刻刻都凑在一起。偶尔煲仔饭也会带着古琴，坐在河边的石块上，一边看他们练剑，一边抚琴。就这样一晃就是3年，这3年，煲仔饭的那些弟子实在是风头太盛，以许平安为首的几位弟子，在如今的扬州都已经是名声在外的俊杰。许平安则是在乡试中一举拔得头筹，高中解元。他在考试中写的那篇有关鼓励通商的策略，更是被送往京都，据说都已经盛放在当今天子的案桌前。与此同时，龙泉镇多了一位老乞丐，他就蹲在那座通往知行学院大门的石桥边，一蹲就是3天，直到许平安无意中从桥上走过。许文成，今晚子时，镇外土地庙。许平安并未停留，脸色平静地走过了石桥，进入了知行学院。
我穿越成了小镇上的一位教书先生，觉醒了9年义务教育系统，可以检测到学生的潜力值，只要潜力值大于80，我就可以将其收入门下。与此同时，系统也会赐予学生专属的修炼技能，有儒道、剑气、琴音等等等等，并且这些技能系统都会成倍返还给我。第一位弟子陈平安，潜力值高达92，乃是前朝皇室后裔，专修儒家浩然真气，是个绝世天才，读书习武无一不精。14岁便高中解元，3年来只要我有事时，都由他代师授意，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然而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身份特殊的他，总会有一些身不由己的事。许文成，今晚子时，镇外土地庙。许平安并未停留，脸色平静地走过了石桥，进入了知行学院。夜黑风高，土地庙中，老乞丐已等候多时。你是谁？为何来找我？臣姬子之，拜见王孙殿下。燕国早已不复存在，哪里还有什么王孙？你究竟是何人？是微臣无能，没守住燕国祖宗基业，害王孙流落民间，微臣有罪。殿下，你应该认了此物，这是太子殿下亲手交给我的。燕国太子，也就是许平安的父亲许文成。当年为殿下庆生，老臣多喝了2杯，因困顿坐在凉亭里睡着了。是殿下解下披风，为老臣披盖御寒，每每念及于此，老臣总是心怀感激。相国大人得罪了。殿下与当年的陛下太像了。不要再叫我殿下了，燕国都不在了，哪里还有什么殿下？不，只要殿下还在，燕国就没有背面。殿下，这天下本该是我大燕国的，我们要把它夺回来，为陛下复仇，为大燕守城而死的将士们复仇。许平安望着姬子之那激动的模样，没有说话。殿下放心，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都在暗中发展，积蓄力量，只等殿下回归，主持大局。相国，你有没有想过，现在的天下挺好的？殿下，现在的天下越好，我们就越应该将它握在手中，因为这本就该是大燕的天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战国数百年，中土大地无一处不是战火连天，以至于苍生凋零，民不聊生。如今天下初定，又何必再现战火？殿下仁厚，老臣理解，但殿下又怎知，若是殿下为这天下共主，会不会比现在更好？没有发生的事情不好评断，至少目前来看，大周做的还不错。殿下莫要再妇人之仁，我大燕27代君王，筚路蓝缕，步步艰辛，为的就是一统天下。殿下既已长大，就该继承先祖遗志，光复大燕，夺回天下。相国，你年纪也大了，保重身体。今天是我最后一次见你，以后别再来了。殿下难道连你父亲也不要了吗？太子殿下一直都在谋划，苦撑到现在，你作为人子，难道不应该为父分忧吗？直到天色微亮，许平安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学堂。回来了，先生，早。来，喝杯茶。先生您一夜没睡，许是茶喝多了，睡不着。许平安没有说话，默默低头，像是个犯错的孩子。什么时候走？先生，我从你来那天起，我就在想，会不会有这一天。当然了，孩子长大，总归是要离开家的。只是先生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先生，对不起。不是教过你男儿膝下有黄金吗？先生与我恩必父母，这一柜除先生之外，再无人能守。傻孩子，又不是不回来了。先生和学堂永远都在，累了就回来。先生，等我处理完那些俗事，就马上回来，追随先生脚下，再也不走啊。煲仔饭起身回了房间，出来时手中多了一个包裹。先生给你准备了一些东西，若遇到危险就拿出来用，如果实在是扛不住了，就写信告诉先生。许平安接下包裹，别好常见，看了眼其他的房间。算了，就不要告别了，徒增悲伤。许平安点了点头，转身向院外走去。到了院门口，他再次转身跪下，连磕了3个响头，随后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远了。之后的日子里，煲仔饭经常能收到许平安的书信，信中许平安只字未提他的处境，只有嘘寒问暖。除了先生之外，他提到最多的也就只有赵真了。
春去秋来，转眼已是隆冬。京中来了书信，让陈家姐弟俩启程回京。陈云兰今天上学堂是来跟先生告别的，而陈明业却浑然不知。还记得第一天为师教的吗？先生，弟子记得。初入学堂第一天，先生告诫我们说，为人师教化的是一座学堂，为父母官却能教化一方万灵。为官者当守土安民，福泽一方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临别之际，为师也没什么好送给你们的，这一幅字你们收下，就当是临别之礼了。临别？为什么要临别？谁要临别？大虎，你们要走？怎么就都要走？许平安不声不响走了，现在你们也要走，到底为什么？好了，明夜，多谢先生。姐，你干嘛？这是先生的临别之礼。说到这里，陈明业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明夜，不只是他们，我们也要走了。为什么？明夜，你不是立志要成为天下名将吗？留在学堂里又怎么成为名将？可是好男儿志在四方，天大地大，就该好好去闯一闯。学堂永远在这，先生随时欢迎你们回来。陈明业已经眼眶湿润，学堂里是他过得最快乐的日子。身为世家公子，一旦回到京都，就要装上一副面具，去过那种虚与委蛇的生活。明夜，春闱将至，大虎他们要去参加春闱，你也一样，所以不要再任性了。他忽然理解了，读书人寒窗苦读，所求的不过是金榜题名，一跃龙门。这天下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先生一样不中。师姐，你以后会不会也会离开？我才不会像他们那样呢，我又不用求取功名。诸君愿尔等此去，岁岁平，岁岁安，岁岁平安。我穿越成了小镇上的一位教书先生，觉醒了9年义务教育系统，可以检测到学生的潜力值，只要潜力值大于80，我就可以将其收入门下。与此同时，系统也会赐予学生专属的修炼技能，有儒道、剑气、琴音等等等等，并且这些技能系统都会成倍返还给我。师姐，你以后会不会也会离开？我才不会像他们那样呢，我又不用求取功名。诸君愿尔等此去，岁岁平，岁岁安，岁岁平安。众弟子离开后，学堂里也冷清了，而包宰范也不再招收弟子，他时常坐在那山头发呆，一坐就是一天。春去秋来，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包宰范也不知何时练成了先天剑体，只知道他经常做的那块石头成了能杀人的剑气石。为此，他利用自身改变天地环境的能力，将剑气石藏在了一片四季盛开的桃花林之中。然而，四季常开的桃花却是世间少有，引来了不少外来游客。程师兄，都说这龙泉镇十里桃林乃扬州一绝，要我看也不过如此嘛。少女约莫14、15岁，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扫视着桃林，一副城里人的样子。何师妹，你有所不知，这正是十里桃林的妙处。从我们这入口进去，看到的不过是桃林最寻常的部分，只要继续往里走，就会越看越美了。青瑶，你放心，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三人骑马深入，正如所见，景色越来越惊艳。这倒是奇怪了，同一片土地，为何越往里边走，这桃花的长势就越好？难不成这里面有什么玄机？据说这十里桃花不仅艳丽程度不一样，就连花期也不同，越往里面，这些桃花的花期就会越长。听说最里面的一片桃林可以一直盛开，但安宜县有县令，说是私人产地，外人不得入内。两位少女心花怒放，这种特殊的桃花，她们从来没见过。程师兄，你说的那片桃林是不是那？应该就是了，那里的桃花明显不同。走，咱们快过去。数着年月，只为花开那一面，就算好美。少女眼中满是震撼的神色，一脸痴迷。美是美，可这一道栅栏太影响视线，好好的桃林为何要围起来，连门户都没有？这里是私人领地，想来这里的主人也不是什么大气的人，一片桃林而已，竟然还围了起来。就是，这也太小气了。既然别人不让看，那咱们回去吧。好，咱们回去，我带青瑶师妹去另一处看看。少女意犹未尽，依旧驻足观望。青枝，走了。青瑶师姐，你听，剑，里面好像有人在练剑。青瑶师姐，咱们进去看看吧。青枝，别胡闹，这里围了围栏，其
显然是不愿意让人进入，别惹麻烦。哎呀，师姐，就看一眼，说不定咱们还能跟他们以剑会友，交个朋友了。青枝，三人深入桃林，殊不知煲仔饭在此处写下了阵法。三人在桃林中来来回回，始终见不到林中那练剑之人。停，不对，怎么了，师姐？声音是从那个方向传过来的，根据这个声音来判断，并不会太远。可刚才我们走的距离绝对超过了这个声音的距离，但现在听起来，那声音并没有变化。怎么会这样？不会是遇到鬼打墙了吧？师姐，那现在该怎么办？不如咱们回去吧。这么回去，那也太憋屈了。这破桃林敢欺负我，那我就毁了他。风之极，陨杀！住手！可是你们在搞鬼，一片破桃林，弄得鬼鬼祟祟，你们想干什么？哼！此地乃我家先生的私人之地，你们没有邀请擅自闯入已经是违法。桃林迷账本就是想让你们知难而退，没想到你竟然想损毁桃林，如今反倒是来质问我们。我想问，你可有父母师长教诲，可懂是非黑白之理？赵真暗自给陆悠悠竖了个大拇指，学堂的弟子吵架可从来没输过。放肆！两个崔野丫头，动辄辱人父母师长，不通教化，你们家长辈是怎么教的？程师兄，别说了。没错，两个尊野丫头不通教化，你们才是没有父母师长教诲的野丫头。原来你们外乡人都是这般颠倒黑白、搬弄是非的人，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脸面跟我说教化二字？难道你们的师长教给你们的就是这种不论是非曲直、强占他人财物的道理？放肆！你大胆！小姑娘，就算是我们不对在先，你也不应该累及师门长辈，是不是太过分了？陆悠悠冷笑，正打算喷他，却被赵真阻止。我师妹一时口误，不该累及长辈，我代她向你们道歉。这件事就此作罢，你们走吧。走，你以为你是谁？让我走就走？敢辱我师门长辈，今天我非得教训你！你们也太刁蛮了，以为我们是泥捏的吗？好精妙的剑法，不过才8品而已。若青枝师妹不压制修为，一招即可分胜负。怎么可能？清平剑法在当今武林之中也算是最上乘的剑法之一了，竟被一个小女孩压制了。怎么可能？你从哪学来的剑法？你们究竟是谁？关你什么事？总之就是比你强，找死！青枝，不要！我穿越成了小镇上的一位教书先生，觉醒了9年义务教育系统，可以检测到学生的潜力值，只要潜力值大于80，我就可以将其收入门下。与此同时，系统也会赐予学生专属的修炼技能，有儒道、剑气、琴音等等等等，并且这些技能系统都会成倍返还给我。怎么可能？你从哪学来的剑法？你们究竟是谁？关你什么事？总之就是比你强，找死！青枝，不要！出血！一瞬间，一股柔和的力量包裹住了陆悠悠，否则就算有出血相救，他也会被伤到。史先生，原来先生一直都在。既然你对我下死手，那就怪不得我了。先生，您应该也不会怪我吧？悠悠，不要！师姐，是他想杀我在先的，他还不配用先生的力量来对付。青枝，你过界了。此事若传出去，我们清平剑宗如何在龙泉镇开宗立派？少女深知自己刚才一时冲动，险些酿成大错，面对师姐的责骂，不敢出声。这位姑娘，我师妹一时冲动，万幸没有酿成大错，还请姑娘见谅，我等愿意赔偿。赔偿不稀罕，留下姓名、门派，你们就可以滚了。在下清平剑宗，我青瑶，这位是我师妹青枝，我清平剑宗分宗不日将会入驻龙泉镇，届时欢迎二位前来观礼。你记住，今日这一剑，我陆悠悠迟早会向你讨回，就凭你。好，我在清平剑宗随时恭候。告辞。师姐，刚才就应该让我动用墨宝宰了他。他不配，但是我气不过。师妹，换个角度想，这倒也算是你的一场磨练和机缘。师父说过，剑修最关键的在于那一颗剑心，剑心通明，则剑法无所不成。若刚才你动用了师父的力量杀了他，那这到底是算是你杀的，还是师父杀的？他死了倒是干净，可败给他，被他那一剑带来的压迫、恐惧，或许就会刻在你心里一辈子。他的生死无关紧要，
可师妹你的剑心不再纯粹，从而影响将来剑道，这才是得不偿失。确实如此，师姐，我悟了，多谢师姐点化。你我之间还说什么谢字？若是换位处之，你不也一样会为我考虑？没错，咱们姐妹不说谢字。悠悠，你能明白真真的苦心，很好。先生，弟子差点犯了大错，还请先生责罚。胡说，你哪有错？是他们不讲理在先，就算你刚才动手杀了他，也是情理之中，虽不利于你自己，但绝对无错。真真，你能在那一刹那想到这么多，很好，能设身处地的为师妹着想，更好。是师傅教的好。有你们这样的弟子，师傅我呀，再无所求了。桃林外，青枝依然闷闷不乐，眼睛里带着凶光，似乎是在谋划着什么。青枝，别怪我没提醒你，清平剑宗在大周存活下来不容易，如今分宗落户龙泉镇，若因为你被破坏，就算是你爹也护不住你哦。带这个师妹出来就是一个错误。安邑县城月光下，这位清平剑宗的圣女已经把赵真查了个底朝天。11岁，虽手一道剑气就能挡住一位6品剑道天才的一剑，王上3代并无特殊，也就是说，他小小年纪就能练出这般剑术，全靠那位范先生。弟子如此，那他这个做先生的又如何呢？我还是太小看了天下人，看来得去见见这位范先生。第二天一早，莫清瑶带着一份伴手礼走到院门口，便看到那位姓程的青年站在那。清瑶师妹要出门吗？正好我今天有空，要去哪里我带你去。不必麻烦程师兄了，我自己去就好。有什么麻烦的？等你们分宗在龙泉镇落户，那和咱们冥剑山庄就是一家人了，跟自家人还客气什么？舔狗，若不是此次分宗落户与你们冥剑山庄有合作，实系很搭理你。莫清瑶无奈，只好随他，两人结伴行向龙泉镇赶去。是你们来这做什么？清平剑宗莫清瑶特来向姑娘和范先生赔礼。堂堂清平剑宗圣女，当今武林最顶尖的天骄之一，竟然向这个乡下丫头赔礼道歉。没想到竟然是来赔礼的。真真，来者是客，让他们进来吧。哦，见过范先生。昨天那位姑娘怎么不在？悠悠今日有事，没有过来。昨日我师妹一时冲动，冒犯了范先生2位高徒，清瑶心中过意不去，今日特地带来宗内独门丹药来向范先生赔罪。孩子之间的矛盾不必放在心上，让他们自己解决就好。包仔饭这句话再明显不过了，这件事他可以不在意，但他的弟子将来必定还是要找回场子的。范先生高才，为何会屈身于这小小的龙泉镇？龙泉镇人杰地灵，没什么不好的。先生座下弟子个个都是俊杰，想必是受徒有方。先生若是愿意，我清平剑宗龙泉分宗愿奉先生为上师，只求先生闲暇之余能指点我剑宗弟子一二即可。不知先生意下如何？奉一个教书先生为上师，清平剑宗可是天下武林公认的剑道推手，请一个教书先生去指点他们的剑法。清瑶，范先生只是个教书的，你让他去给剑宗弟子指点剑法，那不是为难他吗？莫清瑶脸色微变，他手指微跳，竟有忍不住拔剑杀了眼前这个男人的冲动。蠢货，弟子剑法如此高明，做先生的怎么可能会是一个普通教书匠？莫清瑶心中不由得怒道，若不是有包仔饭在这，他恐怕要当场发作了。嘿嘿，这样的蠢货就应该多来些。这位兄弟说的没错，我只是一个教书的，指点不来剑法，莫小姐还是另请高明吧。今年4月初3，我清平剑宗分宗将会在龙泉镇铁沙湖边立派，清瑶诚挚邀请监舍前来观礼。到时若无俗事缠身，我会来的。先生告辞。慢走。师傅，他好像来意不纯。或许是因为你那一剑吧。师傅，不会有麻烦吧？谁知道呢？但只要咱们自身足够强大，麻不麻烦的还不是我们说了算，此事不必在意。对呀，师傅就是剑仙，是天上仙人，这凡间哪有什么麻烦能难得住师傅？师傅，那我练剑去了。去吧。啦啦。哎，商人图利，武夫好武，说不定还真有什么麻烦呢。程公子，我身上不大舒服，就要休息了，你请回吧。
臭女人，想我堂堂名剑山庄二公子，每天低声下气，像个舔狗一样跟在你身边，这个臭女人竟然丝毫不领情。不过，到底是什么剑法能让莫清瑶这么重视？难不成是那个叫陆悠悠的女孩子？若我能得到这门剑法，说不定父亲一高兴就让我来做名剑山庄的继承人了。来人！而此时说来也巧，陆悠悠雇了辆牛车，拉着母亲来安宜县城看病。程元周差人去龙泉镇打听消息，派出去的人还没回来，自己倒是偶遇了正在带母亲看病的陆悠悠。他虽然没脑子，但也知道不能在县城街上当众动手，于是便瞧了个机会，打算跟他商谈，花点钱买过来。不出所料，陆悠悠想都没想，便直接拒绝了。程元周也不恼，笑嘻嘻的离开了。陆悠悠心中有些不好的预感，便让牛车带着母亲先回去，他自己则是在城里又逛了会儿。等时间差不多了，才出了城，走了10余里，果然程元周出现了。我穿越成了小镇上的一位教书先生，觉醒了9年义务教育系统，可以检测到学生的潜力值，只要潜力值大于80，我就可以将其收入门下。与此同时，系统也会赐予学生专属的修炼技能，有儒道、剑气、琴音等等等等，并且这些技能系统都会成倍返还给我。此时回学堂路上的陆悠悠遇到了拦路抢剑精的程元周。既然你们动了杀心，那我也就不客气了。一见刚才谁有用吧？先生说过，这叫正当防卫，并无过错。悠悠，你没事吧？先生，您怎么来了？发现你用了先生的力量，先生便赶了过来，你受伤了。先生，是他们先想杀我的。不哭无碍，先生带你回家。先生，您竟然会飞！师姐说您是神仙，原来先生真的是神仙啊！先生，这剑可真快啊！另一边，得知了程元周身死的消息，莫清瑶众人也是一脸诧异。程元周虽然没用，但毕竟也有5品的修为和实力，就这样下线了。剑伤，奇怪，这安宜县还有如此高明的剑客，程元周被这一剑直接斩灭所有生机，根本没有丝毫还手之力。我查一下，这到底是谁干的？娄县令，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几年的苹果手机，还卖了3000多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了。不知圣女可看出什么线索？抱歉，只看得出程公子死于剑伤，其他的一概不知。本官已经派人通知了名剑山庄，程庄主或许会亲自赶来。届时若程庄主怪罪，还请圣女帮忙。好。师姐，我闯祸了。陆悠悠毕竟才10几岁，一次杀了一堆个人，她还是难以适应。还怕什么？闯了天大的祸，咱们师傅也能给你兜着，你说是吧，师傅？这弟子听的真是笑死个人。真话虽然说的不对，但你也别担心。可是万事过犹不及，先生是你们的后台支柱没错，但先生绝对不是你们恣意妄为、行事不顾一切的帮凶。若你们仗着有先生撑腰就看不起他人，不能与人为善，先生会很失望。哇！距离陆悠悠杀人2天后，莫清瑶再次拜访学堂。煲仔饭知道他是来查探消息的，却并不点破，只是陪着一起喝茶聊天。范先生，清瑶3岁习武，6岁习剑，至今已有16载。可最近这1年，总觉得眼前迷雾笼罩，前途渺茫，看不清前路。不知范先生习剑至今，可曾遇到过这种情况？莫小姐出身名门，定有师门长辈为你解惑，还轮不到再下来多嘴吧。先生说笑了，青瑶也曾问过师门长辈，只是长辈们说的方法我都试过，并无太大作用。先生高才，能教出如此优秀的弟子，想必有更加独到的见解，所以青瑶才厚着脸皮来问先生。不管是武学还是剑法，我想从根本上来说，其实都是殊途同归，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入道。入道？请问先生，所谓入道，是否就是指步入超品之列，陆地神仙之境？陆地神仙只是一种境界罢了，所谓入道，是指找到自己练武习剑所要追求的大道。有的人练剑出剑是为了守护身边人，有的人是为了斩尽天下不平事，而有的人则是纯粹的为了手中剑能够更快更强，找到自己的道，追求它，践行它，成为它，也就入道了。听到这里，莫清瑶几经双目失神，整个人呆立在那，不知在想些什么。
初雪剑也是微微颤鸣，让赵真身上浮现出丝丝缕缕的剑气。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我的道？如何才能入道？莫清瑶不知为何突然真气逆转，血脉倒涌。糟了，是散功之兆，他竟然对自己过去10几年的剑道修行产生了怀疑。差点忘了，我如今已是儒道3品的修为，一言一行足以影响周身天地，自身所带的气场也会不由自主地影响身边人的思维和想法。你们看好这里，不要让人来打扰我。门外，赵真两人坐在门槛上一动不动地坐了1个多时辰，终于房门被拉开，煲仔饭从里面走了出来。师傅怎么样了？还好，命是保住了，不过修为从3品掉到了6品了。他也太奇怪了，怎么听师傅讲1节课就这样了？心里这么脆弱吗？就是，还以为是多厉害的高手呢。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教给你们的道理都忘了。是，先生。去煮点粥，放点肉末。大约又过了1个时辰，莫清瑶终于醒了过来，她沉思了好一会儿。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人物？他到底是什么人？你醒了，那这是肉末粥，你喝了吧。你在偷看我师傅，你想干嘛？又要图谋不轨吗？赵小姐误会了，范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敢对他图谋不轨？那你一直盯着我师傅看干嘛？哦，我知道了，你喜欢我家师傅，对不对？赵小姐千万别胡乱猜测，我……嘿嘿嘿，被我猜对了，算你有眼光。不过我家师傅是天上仙人下凡，你吗？长得是挺好看的，但比我家师傅还是差了点，配不上。你别介意，真真还小，胡言乱语别放在心上。你们师徒俩走路都没声音的吗？不声不响的，吓死人了。心跳这么快，一定是修为大跌引起的。一定是。过了许久，莫清瑶才彻底平复了心情。等她再次出门，发现天色都已经暗沉了下来。范先生，救命之恩没齿难忘。天色不早了，清瑶便先与先生告别，待来日再来答谢先生。不必客气，天黑了，姑娘回去的路上小心些。我穿越成了小镇上的一位教书先生，觉醒了9年义务教育系统，可以检测到学生的潜力值，只要潜力值大于80，我就可以将其收入门下。与此同时，系统也会赐予学生专属的修炼技能，有儒道、剑气、琴音等等等等，并且这些技能系统都会成倍返还给我。自莫清瑶修为跌落，明剑山庄2公子程元周被陆悠悠击杀后，明剑山庄庄主也来到了龙泉镇，死了儿子的他自然气愤。但莫清瑶身为清平剑宗圣女，也没有证据证明程元周是莫清瑶所杀，自是无法对他如何。可莫清瑶真气不稳，修为跌落，他们却是能够感知到。父亲有密报说，自从莫清瑶去了一趟那知行学院，回来后就这样了。立即去查元周被害前一段时间都接触过什么人，做过什么事。你记住，不管你将来是不是明剑山庄的庄主，元周永远是你弟弟。这件事你若敢马虎应对，父亲多心了，手足之仇，剑豪不比父亲少挂心。自此，龙泉镇上多了许多陌生面孔，其中还有修为不俗之辈。这些人来到龙泉镇后，虽然隐藏得很好，但还是被煲仔饭察觉到了。另一边，莫清瑶为了恢复修为，试了很多方法，甚至开始从断体境重新修行，可效果却微乎其微。一转身就发现煲仔饭坐在石桌旁。范先生，你怎么在这儿？冒昧打扰，还请恕罪。主要是这一趟前来需要避开一些耳目，所以范某才出此下策，还请莫小姐见谅。范先生这么急着来，是有什么事吗？范某此次前来有一事相求。先生有什么事，请尽管吩咐。吩咐不敢当，只是想请莫小姐帮我保护几个人。保护人？以先生之脑，想要保护谁，天下应该没人能威胁得了吧？我毕竟是一个人，难免会有疏忽。莫小姐手下众多，若能帮我留心照看，倒也能让我省心一些。若莫小姐答应，日后在下定当回报。范先生要我保护谁？我的弟子陆悠悠以及他的家人，只希望莫小姐如果发现有人要对他们图谋不轨的时候，力所能及的帮一帮。先生放心，若明剑山庄的人真要对陆悠悠一家做什么，由我出面，明剑山庄应该会给我几分薄面。那就多谢莫小姐了。你现在修为大跌，我先送你一点防身手段。告辞。多谢先生。师姐，你看什么呢？看神仙。哦。
过了几天，名剑山庄大公子程建豪想趁莫青瑶修为跌落，当众挑战这位清平剑宗的天骄，本想装个逼，结果却被莫青瑶打得鼻青脸肿。怎么可能？你不是修为大跌了吗？怎么会还有如此强大的剑气？与此同时，进京赶考的大虎等人在陈明业的带领下，来到了京都最有名的一处酒楼，打算好好搓一顿。师兄，这是不是有些太破费了？嗨，这算什么？放心吧，我陈家的钱财来的都是干干净净，除了我爹的俸禄之外，我也有爵位俸禄，我姐姐是凤阳郡主，同样也有。另外，我爹跟随陛下多年，也得了很多赏赐。我跟你保证，我们陈家没有一文钱是违法所得。师兄多虑了，我又没说陈家的钱财来路不正，只是再多钱财，那也是辛苦挣来的。咱们兄弟见了世面就可以了，不必再多浪费。谁说是辛苦挣来的？挣钱有什么好辛苦的？读书才辛苦。可恶，又被这小子给装到了。想他们几个家中长辈为了供他们进京赶考，几乎是变卖了家产，再加上陈家姐弟的资助，才能来参加科举。大家给我吃，什么贵吃什么，把这可恶的财主吃穷。嘿，师兄说敞开吃。吃，敞开吃，有的是。我道是谁？原来是你这个土财主，被侍郎大人流放乡野，果然染上了一身土味。谁家的狗在这狂吠？没有主人来管一下吗？陈明业，你骂谁是狗呢？我不跟狗说话。后面那位想干嘛吱个声？陈明业，几年不见，嘴巴倒是变利索了不少。那是，就是不知道你那第三条腿现在还能用不？陈明业，你嚣张不了多久。谁啊？上来就拉仇恨，这么没修养吗？不愧是我师弟，说话就是好听。明明是我先入门，那你还师兄的叫我，这不是打不过你吗？也就许平安的变态能胜我一筹，你还差了点。我是读书人，要不咱们比诗词文章？呆，赵火，没想到你用心如此歹毒，非要挑战我的软肋。就这样，欢声笑语。3月初9，春闱开始。春闱的考前检查是极为严格的，考生进场之前，全身上下都会被脱光检查，甚至就连局部都会被扒开来看。这是什么？我不知道啊，这不是我的。我穿越成了小镇上的一位教书先生，觉醒了9年义务教育系统，可以检测到学生的潜力值，只要潜力值大于80，我就可以将其收入门下。与此同时，系统也会赐予学生专属的修炼技能，有儒道、剑气、琴音等等等等，并且这些技能系统都会成倍返还给我。大人，此人春闱舞弊，在身上搜出小抄。大周第1场春闱，礼部尚书亲自坐镇，更有皇子和内阁大学士分列左右，将此人赶出贡院，记录在册，终身不得再考。大人明察，此物绝非为我所有。大人，赵虎学识不凡，断不会以此手段葬送自己的大好前途，其中一定有嫌隙，还请大人明察。我师兄一身正气，浩然长存，怎么可能会是做这种事的人？一定是有人故意诬陷他。黄口小儿，三皇子殿下和诸位大人亲临，谁敢做这些阴暗手段？你一个考生，竟然藐视殿下和诸位大人，好大的胆子！将他给我一并赶出去。大人，这件事确实很奇怪，还请大人再给他们一个机会。明夜，休得胡闹，卢大人自有公断。三殿下，我师弟。明夜，这里是贡院。学生赵虎甘愿放弃考试，还请勿要连累他人。大虎，不可。师兄，好好考，别辜负了先生的教导。今日之事，乃我赵虎一人之过，恳请大人再给贺知秋一次机会，让他参考。师兄，你不考，我也不考了。有意思，没想到这赵虎竟然还是一名身怀真气的武夫。大人，贺知秋年幼，不懂礼数，还请大人网开一面。大人，贺知秋才华横溢，万不可错失如此人才。小小年纪就如此狂悖，这种人若是高中，那才是天大的不幸。给我把他赶出去，取消考试资格。回到客栈，赵虎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模样。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你还笑？辛辛苦苦读书那么多年，不就是为了这一天，你就这么毫不在意的放弃了？你对得起父母的辛劳和先生的教导吗？好在你并没有记录在案，下一次还有机会。下次我也不考，再也不考了。你，师兄，别生气了，我觉得那春闱也没什么好参加的，都是一些肮脏龌龊之人。如果参加科举，当了官，身边的人都是那种人，那我还参加科举干嘛？
师弟这人就是太干净了，若入朝为官也很难生存，做个逍遥自在的读书人，未尝不是一件坏事。算了，先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修身齐家，未尝就比治国平天下低了一等。师兄，其实我根本不愿意参加科举，我就只想留在学堂里，陪在先生和师兄师姐身边，每天读书写字练拳，看师姐们练剑，听先生讲故事，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行，等春闱结束，师兄就带你回家。好，等春闱结束，我们还有王师兄和张师兄一起回家。知秋，他们二人志向远大，你喜欢学堂的生活，那只是你喜欢而已，不可以此来衡量其他人。王师兄和张师兄要留在京都吗？我也不知道，但如果他们高中，希望他们能高中吧。没关系，两位师兄若是希望留在京都，那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结局，我只会为他们高兴。有师兄你陪我一起回去就很好了。好，你我兄弟相伴，就算是万水千山也都是春光灿烂。这是恭喜宿主，有2名精明弟子潜力值上升至80点以上，弟子数量自动提升至6名。赵虎潜力值升为81，贺知秋潜力值升为88。88，除了平安之外最高了。他们在京都到底经历了什么？煲仔饭知道，潜力值这个东西，若不是遇到足以改变一生轨迹的大事，是绝对不会变化的。深夜，赵虎辗转难眠，便出门散心，不知不觉竟走到了上林学宫门口。怎么走到了这上林学宫乃是大周朝皇家官学之地，这么晚了，还有人在里面学习吗？谁？在下路过此地，见这里面有灯光，便擅自进来看看，若有冒犯，还请见谅。这么晚，你怎么会来这？睡不着，出来走走，没想到就走到这里了。你冷不冷？要不到里面烤烤火？那就打扰了。这世上还有这种书，这人深夜耕读，就是在读这些不正经的书。宫林内，少年非要给大虎看那些他所谓非常有趣的画本，可在大虎眼里却是烟杂不堪，心中一直默念《论语》。得洗洗，不然不干净了。怎么样，好看吗？你提提意见。其实吧，你这些书故事情节倒是挺有意思，只不过是吧，挺有意思吧，我就说嘛。不过兄台，你这些书万一要是流传出去，可都是要掉脑袋的。不会，顶多被揍一顿。想必这少年身份非同一般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在下姓赵，名虎，扬州安邑县人士。赵虎，你就是赵虎。你认得我？你现在也算是名人了。扬州赵虎贺知秋，一个被取消参考资格，一个终生不得录用，京都都传开了。还真是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赵兄，都说你家带小抄春闱作弊，到底是不是真的？你觉得呢？我看依赵兄的人品，绝非是那种人。那又如何？说出去谁信呢？我信呢。还没请教阁下。在下姓焦，名承平，中天州京都人士。赵兄，你是得罪什么人了吗？为什么会被针对？那些人要针对的不是我，我顶多只是顺带的。那赵兄就这么算了，这是毁了赵兄你的一生了。现在的我说什么都只不过是空谈，与其无能狂怒，不如好好强大自身，且看来日。赵兄心有山河，绝非池中之物，若不能为朝廷效力，那是大周的损失。在下可惜。没什么好可惜的，人生从来都不只有一个选择，走什么样的路，过什么样的桥，终究只不过是过程而已，最终的目的地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赵兄，你说的没错，可是你又如何知道你所追求的目标最终会不会也只是一场空呢？我也不知道，我还没那么深的领悟和智慧，但我的先生曾对我说过，如果觉得迷茫，不要忧虑，不妨沿着现在的路再往前多走几步，再走几步，说不定就能看到柳暗花明，就能看清自己的内心。多走几步，再走几步。我资质不高，不像大师兄那般一点就通，但我知道跟着先生的话去做，总归是不错的。就像先生说的，多走几步，再走几步，如果依旧迷茫，就这么一直走下去又如何？人生就非得寻求一个绝对的结果吗？以后像先生一样，当一个教书先生好像也挺好的。真想见见赵兄的先生，想必一定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先生犹如皓月，抬头望月，便是仰望先生。赵兄，今日之谈受教了，来日必当报答。只是一些空谈而已，江兄不必挂在心上。之后，江承平又问了赵虎落脚之处，还能留在京都多久，两人便告别。赵虎也没有放在心上，本就是一段随遇而来的相遇，世间人彼此匆匆擦肩，相对来说都只不过是过客而已。相逢便已是缘分，缘尽缘散，不必强求。
我穿越成了小镇上的一位教书先生，觉醒了9年义务教育系统，可以检测到学生的潜力值，只要潜力值大于80，我就可以将其收入门下。与此同时，系统也会赐予学生专属的修炼技能，有儒道、剑气、琴音等等等等，并且这些技能系统都会成倍返还给我。你算什么东西？先是碍于身份没赶你走，你还真以为你这个短命鬼就有资格在这待着？先生在课堂上都说了，书上道理，天下人人皆可学。我只是在院外，又没有占用学院资源，有何不可？挨揍的少年名为几安，是个孤儿。最近一段时间，经常躲在学堂墙角偷听煲仔饭上课。煲仔饭也并未刻意对几安额外开恩，并没有让他进入学院读书，只是在讲课的时候故意提高了音量。主要是煲仔饭曾与几安有过一段交往，几安绝对不愿意接受他人施舍。你也配学书上的道理？你交学费了吗？饭都吃不起的贱民，还想读书，做你的春秋大梦？我弄死你！你还敢还手？住手！你想打死人吗？你给我松开！老子松开！你好不讲理！我阻止你犯下大错，你竟然还想打我！操！老子弄死你！还要动手吗？你们走吧，以后不许欺负人。你没事吧？要不要给你叫台救护车？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几年的苹果手机，还卖了3000多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啊。没事，以后小心点啊，别再被他们欺负了。那我走了，再见。那个，谢谢你。行侠仗义本就是习武之人的本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陆悠悠，悠悠鹿鸣，食野之庭得悠悠。我叫季安，齐安的安。我记住了。陆姑娘，悠悠鹿鸣。陆姑娘，好久不见，我是上次被你救了的季安。陆姑娘，我是季安，好久不见。陆姑娘，我是……也不知道陆姑娘能不能记住我。之后的几天，吉安每天都去那棵樟树底下，但听课的心思却不大纯粹，期待着还能再次看到那一袭红裙。可陆悠悠就像是匆匆一瞥，再也没有在这条路上出现过。打鱼的，不好意思，请放过这条红鲤鱼。这家伙好不容易长这么大，就留他一条性命吧。是陆姑娘，她果然忘了我。等一下，你放了小红，我赔你10条鱼。不用了，我自己能打。她是天之娇女，又怎么会记得我这种人呢？吉安，等等。吉安，等我一下。好，你记得我。前面有桥，你过来吧，我还你鱼。好，我马上来。你跑那么急干嘛？鱼又不会跑。没事，我跑得快。对，这是赔给你的10条肥鲤鱼，咱们互不相欠了。哎呦呦，小心点，有点重。陆姑娘好大的力气。鱼赔给你了，说好的一笔勾销。是我占便宜了，多谢陆姑娘。你不计较就行。那我走了，还得去练剑。陆姑娘等一下。还有什么事吗？鱼太多了，吃不完。你拿几条去吧。好厉害的手段。你觉得我会缺鱼吃吗？陆姑娘。还有什么事？我请你吃烤鱼吧，我烤的鱼很好吃的。烤鱼？烤鱼，我烤的鱼很好吃的。陆姑娘，你要不要尝尝？就当是我报答你那天救我的恩情。走去哪儿？你不是要给我烤鱼吃吗？好，走，我先回去拿点东西。你真会烤鱼。肚子实在饿的时候，我就来抓鱼烤了吃。陆姑娘，我跟你说，我还从野外找到好几种能让烤鱼变得更美味的材料，一会儿你尝尝。行吧，不过事先说好，好的难吃我可不会买账。陆姑娘放心。季安，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不去当个厨子可惜了。镇上的酒楼，我去做过一段时间杂工，后来无意中碰到大师傅拿东西回家，就把我赶走了。你怎么在哪儿都被人欺负？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我容易让人讨厌吧。你这人明明是别人的错，怎么还怪自己？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在这小镇里，你就是那个最弱的人，就算欺负了你，也不会付出任何代价，所以他们稍微有点不顺心，就能拿你撒气。季安，你被欺负是因为你弱，所以你要让自己变强，变强知道吗？变强？我不知道怎么变强，我顶多只会打弹弓，其他的都不会。打弹弓也可以，你只要把你打弹弓的本事练到炉火纯青，不也能防身吗？说到这里，陆悠悠忽然想起前不久煲仔饭传授的一套拳法，比较简单，若能大成，也可入5道前3品。可陆悠悠又觉得不妥，他对吉安的品性与德性一概不知。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下次有机会再吃你的烤鱼。不愧是范先生的弟子，跟范先生一样好。还算考虑妥当，没有一时同情心泛滥。我穿越成了小镇上的一位教书先生，觉醒了9年义务教育系统，可以检测到学生的潜力值，只要潜力值大于80，我就可以将其收入门下。与此同时，系统也会赐予学生专属的修炼技能，有儒道、剑气、琴音等等等等，并且这些技能系统都会成倍返还给我。他不死，我睡不着啊。春闱结束后，陈明业没出意外，没有考好，而赵虎等人也是留在了京城等待放榜之日。期间，江成平用了特殊的方式约见了赵虎。赵兄，顾平章设计陷害你，让你10年寒窗付诸东流。如果有机会，我是说如果，你想怎么回报他？我希望他死。我倒没发现赵兄竟然是这般杀伐果决之人。先生说过，对付恶人就该用比恶人更恶的手段。同理，对待善人则应该回报以更大的善意。就算是圣人，也不会说天下人人皆可教化。好，说得好，赵兄的先生果然非凡俗之人。话说回来，当年顾平章觊觎陈云兰的姿色，被陈明义踢断了第3条腿，为此他们姐弟俩才会被派遣至安邑县。这2家向来关系不好。顾平章是什么样的人，我大概了解了一些。不过20来岁的年纪，在他手中无辜惨死之人恐怕不在少数。这种人置他于死地，已经算是莫大的仁慈了。赵兄，我是越来越喜欢你了。你不能参加科举，还真是大周的损失。不过还好你没参加科举。赵兄，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江兄，今天你约我来，到底是有什么事？顾平章这些年犯下的罪都在这儿，每一条罪证都足以判他死刑。但我要提醒你，就算你告到了天子面前，说不定最后死的人反而是你。不过只要你点头，一刻钟内顾平章的人头就能摆在你面前。2个选择，赵兄，看你的了。1刻钟内拿下当朝吏部尚书之子的人头，我还是小看了他的真实身份。他怕不是……难怪敢写那样的禁书，有这般通天手段。需要我付出什么？我希望赵兄能留在京都，助我一臂之力。党争夺嫡，多谢江兄美意，只是在下才疏学浅，出身寒微，实在难有什么作为，恐怕要让江兄失望了。人各有志，既然如此，我也不再强求。不过你我之间的朋友情分，这一点赵兄应不会不认吧？只要江兄还认，那就永远是朋友。今晚宁王世子会在万金楼举办一场醉春诗会，赵兄若是有时间，可以来看看。回到客栈，陈明业看到赵虎手中的请柬，满眼不可置信。黑金请柬，你是从哪得来的？这请柬有什么说法吗？这是大周皇室的请柬。我大概猜出了送我请柬那人的身份。是谁？江成平，或者叫萧成平，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瘦弱少年。六皇子送你请柬的竟然是六皇子，他果然是皇子。你怎么跟六皇子扯上关系了？有这请柬在，4品以下的官员见了你都得向你行礼了。叽里呱啦，哔哩吧啦，就是这样。没想到你们竟然用这种方式相识，也算是一种缘分。大虎，顾平章的事情，说不定可以请六皇子帮忙。他毕竟是皇子，而且如今大周太子之位一直空悬，跟他牵连太深，不好。这一点你可以放心，六皇子将来不会参与夺嫡。这是为何？据传，六皇子的母亲天资绝世，而且出身江湖，年纪轻轻便已是1品剑客的修为，跟随陛下南征北战，之后在怀孕期间围剿一位陆地神仙时，身负重伤，后来生下了六皇子便去世了。可惜六皇子先天不足，从小体弱多病，终难活过20岁。竟是这样。可江兄现在15岁了，既然不夺嫡，他还有什么事需要我来帮忙呢？原本没打算告诉你，
不过既然六皇子都开始与你交好，那么现在看来告诉你也无妨呢。什么事？今晚宁王世子的诗会，我姐姐准备送顾平章一份大礼。之前不想让你牵连进来，但现在看来也无大碍。大虎，多谢师姐和师兄。自家兄弟，谢什么？当晚，赵虎和陈家姐妹一起去了宁王府参加诗会。期间，那个平常不爱凑热闹的六皇子也出现在了宁王府。他身边的白衣老者偷偷给了陈云兰一张纸条。春沙是一首诗，正是陈云兰给顾平章设下的局。诗里藏有造反的意思，而顾平章这个纨绔是看不出来的。只要让他拿到这首诗，那顾平章绝对吃不了兜着走。没想到自己这些手段早已被六皇子探破，甚至都已经知道了这首诗。沐风哥，我觉得这诗会没意思，是臣办的不妥。不怪你，我只是觉得像这种提前定好主题的诗会，并不能体现出大家的真实水平，不如就即兴创作，一炷香的时间，看谁的诗更好，如何？妙，殿下好主意。今日到场之人，除了随同来的小厮丫鬟之外，不管好坏，每人都必须奉上一首。冲着我来的，既然躲不掉，那就不躲了。赵虎到底还是少年人，心中自然有热血沸腾。既然萧承平想尽办法让自己展示，他赵虎也不是畏手畏脚之人。回想起自己最近的经历，正好有感而发，一气呵成写下了一首诗。好诗，好气魄。写的什么？到此为止了吗？到此。先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捧号人？好气魄，好口沫，好诗，好字，今日有此一篇，足矣。至此，赵虎在京都一夜成名，谁也想不到春闱作弊的赵虎竟如此有才华。随后便有谣言在传赵虎是被陷害的，说是吏部尚书之子顾平章收买贡院验身的官吏，这不禁让天下读书人对科举制度开始产生怀疑，并上奏一份血书，跪请天子严惩顾平章，严惩顾家。还没等顾家反应过来，皇城司的人便带走了顾平章。与此同时，那首春沙以顾平章的名义突然出现在了天子案桌前。这首诗呈放在天子面前时，这位一扫六合八荒、统一天下的千古一帝，当场便批下3个字：斩立决。顾家被抄家后没过多久，会试榜单便公布了出来，陈明业没什么意外的落榜了。可喜的是，另外2位师弟上了榜单，获得了贡生的功名。赵虎也不知该为他们高兴还是担忧，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他们的追求，只要他们自己喜欢就好。至此，京城的风雨告一段落，赵虎也打算带着贺知秋回龙泉镇。赵兄，你要走？赵虎看了眼前的少年，他的眼神里竟带着一抹凄然和浓浓的不舍。赵兄，你我虽相识日短，但不管赵兄你信不信，在我萧承天的心里，已经当赵兄你是我生平唯一的知己。殿，江兄，昨晚我去了上林学宫，没有见到你。这3本书是我抄录的画本，送给你，望你好自珍重。赵兄，此一别，你我或许再无相见之日。江兄，天地虽大，若有缘，自会有再见之日，保重。赵兄，这是我贴身佩戴的玉珏，就当做是临别之礼。此去千山万水，祝赵兄一帆风顺，平平安安。多谢江兄，告辞。诸位，江湖路远，希望还有再见之日，保重。一路珍重。殿下，那东西可是娘娘生前唯一的遗物。白爷爷，我没多少时日了。唉，小姐已经走了15年了。离开京都后，赶了1天的路，赵虎2人在一间破茶棚里吃完干粮，正打算入睡。打扰了，路过此地，见有火光，便贸然前来避避夜路，还请行个方便。阁下请便。小兄弟要不要来一口？多谢，尚且不会饮酒。人生无趣，唯有书和酒方能慰藉人心。我看小兄弟也是读书人，这是参加完春闱了，并未参加春闱，确实能够写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种诗句的人，就算不参加科举，一样能受人敬仰。阁下是谁？深夜找我，所谓何事？别误会，我没有恶意，追上赵兄弟你，只是因为3殿下非常欣赏你，想请你回京都。从今以后，高官厚禄，荣华富贵，
享用不尽。多谢三殿下美意，只是在下无心官场仕途，只想回乡下做个乡野村夫而已。你年纪轻轻，竟然一心只想着归隐田园，大周天下初定，百废待兴，正是需要你们这些读书人奉献自己力量的时候。以你的年纪和文才，将来必定会有一番作为，怎可如此不求上进？人各有志，希望三殿下不要强人所难。哎，可惜，阁下恐怕不只是来请我回京都的吧？赵公子既然无心仕途，那就不该与某些人走得太近。殊不知有个词叫引火烧身。知秋，大河之剑贴上来。怎么可能？这次剑中竟藏着如此惊人的剑气，只有超一品陆地神仙才能将剑气藏在身外之物上。这两个少年身后竟然藏着一位陆地神仙。不过这些剑气威力虽强，却也只不过3品的层次，而我乃是一位2品武夫。师兄，快离开这里！出事了，墨渊！师兄，你没事吧？卷轴只能用3次，你快走。好，我马上带师兄一起走。知秋，放我下来。师兄上马，咱们一起走。赵虎知道，不管他说什么，贺知秋也不可能丢下他，就像他不可能丢下贺知秋一样。既如此，那就一起吧。黄泉路上是兄弟一起上路，也算是有个伴。不好，已经动用2次了，墨渊。打够了吧？打够了就该我了。很好，竟然能把我逼得这么惨。自从习武以来，你是第一个。2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竟伤我根基，毁我前途。你们怕是还不知道什么叫残忍。就到此为止了吗？到此。先生，不怕，先生来了。就到此为止了吗？到此。先生，不怕，先生来了。御空飞行而来，这是陆地神仙，为何杀我弟子？先生，事情缘由我都清楚。回家。大虎师兄，你怎么了？怎么受伤了？真真，好久不见。真真，好久不见啊！师傅，大虎师兄怎么了？他们回来的路上碰到一些麻烦，不过没事了。这段时间就让大虎和知秋在学堂里养伤，你可别往外说，省得他们家人担心。先生，我忽然好想受伤，受这种看得见的伤。谁说不是呢？哎呀，飞得太累了，我要回去按摩一下。先生，哪有按摩的？平时剪辑视频腰部太累，导致没有创作灵感，幸好叫了个东郊道家专业理疗，舒缓了平时剪辑视频的身体疲劳。有需要的道友可以试试。之后的一段时间，赵虎和贺知秋便留在学堂养伤。煲仔饭知道，那3皇子既然决定出手，就绝对不会半途而废。或许该亲自走一趟京都了。这些事若不能处理干净，怕会有源源不断的麻烦。与此同时，大燕边界交界处有一座城，名为望南城。这座城不属于任何国家和势力，城主只有一条规矩：城内不可杀人，城外一切莫问。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古来圣明之君，无一不识仁政于民。民如水，君如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爱民如子，民必敬君如父。平安，你素来仁厚，这把剑藏锋内敛，乃仁者之剑，为师借用古剑之名，为其取名为战炉，望你以之自省，不负所望。先生，不知为何，最近儒道修为停滞不前了。殿下，
有消息了，范先生有消息了。4月25，范先生离开龙泉镇，化虹而去，一路向北，不知所踪。先生，果然是要去京都。范先生真乃性情中人，弟子受了欺负，他去讨要说法了。而此时，煲仔饭已经站在京都的一座楼顶，遥望着远处那一座学宫。阁下何人？为何试探？贸然打扰，在下并无恶意，只想与六皇子见一面而已。六皇子万金之躯，岂是你想见就见？这样呢，能不能见他一面？御空而起，超一品大宗师，不知前辈是来自大荒城还是东海？来自扬州龙泉，烦请向六皇子通报一声，就说赵虎的先生约他一见。你就是赵公子口中的那位范先生？不错，正是在下。好，先生稍待，老奴这就去禀报。不知范先生当面，承平多有怠慢，先生快请进。你就不怕我对你不利？先生乃是超凡脱俗之人，我与先生并无仇怨，想来先生绝无害我之心。你倒是魄力不足，难得。先生深夜前来，不知所为何事？2件事，第一件事，专程来跟你说声谢谢。大虎在京都蒙受冤屈，是殿下出手帮他平冤出头。作为先生，我自当来向殿下道声谢。范先生客气了，我与赵兄一见如故，出手帮忙也只是举手之劳。第2件事，你可知大虎他们离开京都后，曾命悬一线，九死一生。怎么会这样？是谁要杀他？萧承一。哦，殿下为何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三皇子？看来殿下与这位三皇子之间似乎没多少兄弟手足之情。范先生到底想要做什么？殿下久病缠身，想必也试过很多方法医治，只是效果不尽人意。殿下有没有想过，或许你的病并非就真的再无希望了？先生有办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先生，刚才那事，今日就这样吧。若最后结果让殿下满意，自可前来找我。先生请办。殿下，你没事吧？大爷爷，我说不定有救了。真气。殿下练出了真气，小姐、少主有救了，能活下去了。出了上林学宫后，煲仔饭发现有人一直跟踪着他。你跟着我做什么？屏风楼泰安城主事椅子2号，拜见先生。你是许平安的人？是。殿下得知赵公子在京都所经历的不平事，猜测先生必定会来为赵公子讨回公道，所以吩咐我等全力配合先生行事。你叫什么名字？回先生，我没有名字，就叫乙二。替我送封信给平安，另外帮我分析分析这大周三皇子的信息。这叫个什么事？先生与我有活命之恩，这一跪，先生当之无愧。这么说来，殿下练的有效果了，恭喜！承平德先生妙法传授，灰暗人生终于看到了一点希望之光。先生与我有再造之恩，再生之德。承平想拜先生为师，恳请先生怜悯，收下承平。煲仔饭叹了口气，有些无奈。系统在萧承平跪下的时候，已经自动认证了萧承平为他的弟子，理由是萧承平得了他的传承，又给他行了大礼，师徒关系已成实质。事先说清楚，我虽然一开始确实有利用你对付三皇子的想法，但不代表我会帮你夺嫡。当然了，你自己也知道，就算你恢复健康，你也夺嫡无望。我只想做一个教书先生，安安稳稳的在学堂教书，这一点你要清楚。弟子萧承平拜见先生。另一边，许平安已经收到了煲仔饭的信。小平安，好久不见。先生。小平安，先生，好久不见。弟子经过先生。这只是我的一道精神烙印，无法与你正常交流，为师给你寄这封信，只是有些话想跟你说，你且听好。恭听先生教诲。平安，一别2年有余，一切可好？先生，弟子很好。平安，很多事你不说，先生也是知道的。先生不想干预你的选择，更不想左右你的人生。
若是不可为，不妨试着接纳。真正的强大是允许一切发生。千年暗示，一灯既明，万般愁苦，一念由心。放心，别怕，一切有先生在，多加珍重。弟子，多训学生。许平安此刻已泣不成声，手中信函也随风而逝。煲仔饭对他来说亦师亦父，这一封书信让他仿佛再次回到了煲仔饭的身边，听着他的谆谆教诲，让他迷雾般的内心逐渐亮起了一道耀眼的光芒，就像是在外漂泊的孩子忽然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与鼓励。先生放心，弟子知道该怎么做了。好，不愧是平安，这么快就解开心结。17岁的儒道4品，太逆天了！我要发个朋友圈。先生换手机了，挺贵吧？不贵，转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我这 iPhone 13 Pro Max 只要2900多，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看着挺新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验，比一般的二手更靠谱。而且转不只有手机 M1 芯片的苹果本也只要3000多。总之，买二手就选转验过的。刚才那一瞬间，他忽然收到了系统返还的100多道浩然真气。另一边，陈明业已经入了9州最为混乱之地的荒州边军，那里毒虫迷障，更有数不清的异族挑衅。听说陈明业要动身去荒州，煲仔饭第一时间写下一幅墨宝，并抄录了一本《孙子兵法》，送到了陈明业所在的军队。兵者，乃大兄之道，止戈为武，不战为兵。不战为兵什么意思啊？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故今之以武事，效之以计，而所其情。1曰道，2曰天，3曰地，4曰将，5曰法。陈明业一看便陷入其中，不可自拔。直到大军通知出发，他才收起来，藏在怀中，视如珍宝。与此同时，煲仔饭也犯了难。止戈为武，不战为兵，希望他能早日明白这个道理。平安大概率以后是要造反的，而明业又一心想要在战场上建功立业。若是将来2位弟子兵戎相见，我这个做先生的又该如何居中平衡呢？真到了那一步再说吧。如今最需要解决的是三皇子。此刻，另一边，三皇子正在府邸中发疯。刚才一名丫鬟进去送茶，没忍住浅浅的咳嗽了一下，竟然被三皇子当场捏断了脖子。玄武有消息了吗？根据痕迹一路追查，玄武在京都城200多里外曾与人交过手，战况颇为激烈。但到了200多里外的一片石林后，所有痕迹都消失不见了。玄武大概率已经……他好歹是个2品武夫，怎么可能被悄无声息的杀掉？快特么去查！是。我特么现在火气很大。三殿下冒昧来访，可否好好谈谈？能不惊动任何人进入我的寝宫，此人的实力当真强的可怕。前辈深夜来访，想来是有什么要事，请前辈尽管吩咐，诚宜愿效犬马之劳。三殿下不用这么大声，外面的人听不到我们这里的动静。不知前辈有何指教？若不急，前辈可以留个地址，等天亮了，诚宜再带着厚礼登门拜访，如何？只是问你一个问题，得到答案就好。前辈请问。你应该知道赵虎、贺知秋这2个少年，当初他们离京，你专门派人去暗杀他们。我问你，若赵虎他们还活着，你会不会再次出手？赵公子原来是前辈的人，那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前辈放心，从今以后莫说是对赵公子不利，只要赵公子愿意，等他再来京都，诚宜必定扫榻相迎，亲自赔礼道歉。哎，给你机会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不怪你。我说为何安静的如此可怕？何人胆敢擅闯皇子府邸？大胆，你可知他是谁？自然知道，三皇子嘛，天子册封的晋王，当朝最有权势的亲王。既然知道是三皇子，还不立刻放开他？若天子震怒，你9族难保。9族？我范某孤身一人，无亲无故，你就是想诛我10族，怕是也不太可能。阁下请莫要冲动，你有什么要求，还请尽管提，只要你能放了三皇子。我给过你机会，被你浪费了。不过我打算再给你一次机会，但这一次决定全部在我手上。别担心，天子大概率不会迁怒于你们，毕竟就凭你们这些人拦不住我也很正常。
这刺客竟是一位陆地神仙。阁下何人？为何擅闯皇宫？不必紧张，我对大周并无恶意，今天来只是想问问里面那位萧承仪目无法纪，残忍嗜杀，德行卑劣，这种人可配为君？历舍为楚乃是陛下圣机独断，就算你是超一匹大宗师，也没有资格在这指手画脚。大周天下初定，虽有千年国运，但若交到此人手里，天下势必群雄四起，中土必将再次陷入战国乱世，德不配位，苍生共祭。哦，这便是大周皇室传闻中的陆地神仙吧？那么阁下以为何人可为储君？那么阁下以为何人可为储君？立谁为楚我没兴趣，若不是这小子好端端的来招惹我，我今日也不会有这一趟皇城之行。我还是那句话，德不配位，苍生共祭。阁下说的有道理，那阁下打算如何处置萧承仪？死在他手里的无辜之人不计其数，你觉得又该如何处置他？这个处置，先生可还满意？倒是好魄力。既然如此，我与大周皇室的恩怨一笔勾销，告辞。气息消失了。普天之下，能在我眼皮子底下无声无息消失的，还是第一个。一名皇子说杀就杀了，这份很绝。天家无情，以后还是少接触的好。时光慢慢如流水，不知不觉又到了一年除夕。一场瑞雪之下，小镇里热闹非凡，孩子们纷纷走出了家门，在雪地里嬉闹玩耍。娘，过年了，今天店里师傅给我割了块腊肉，可香了，您先吃，多吃点。现在我在镇上也算是站稳了脚跟，往后的日子只会越过越好。娘，您放心，儿子现在过得很好。今天碰到范先生，他还对我说了句新年快乐。娘，您在天之灵也替我好好保佑范先生。还有陆姑娘也很好，她还会带我去山上打猎。陆姑娘可厉害了，任何猎物都逃不过她的手掌心。哦，对了，娘您等等。娘您看，这是陆姑娘教我做的。陆姑娘说，有了这张弓，我就能自己狩猎一些大一点的猎物，能卖些银钱。陆姑娘还教我怎么射箭，可是我太笨了，总是射偏。不过娘您放心，我一定会勤加练习的。娘，也不知道您投胎了没有？如果没有，今天能不能到我梦里来？我真的很想您。说到最后，少年已经是泪流满面，一直守到子时过去，少年才吹灭了油灯，上床睡去。第二天，少年跑到了学堂外不远处，学堂门口已经是人来人往，都是给先生拜年的。范先生，新年如意。吉安，来给先生拜年吗？在这拜什么？进去吧。陆姑娘，新年好，我还是不去了吧。怕什么？我家先生人最好了，走，一起去。走啊，婆婆妈妈的。哦，好，这就来。先生，新年好，意思来给您拜年了。好，新年好，来给你个红包，大吉大利。先生，季安也来给您拜年了。范先生，新年好。新年好，来，给你个红包，平平安安。不，这我不能要。晚辈给长辈拜年，怎么能没有红包呢？收下，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哎呀，季安，长者赐不可辞，你就收下吧。范先生也当我是他的晚辈。悠，你带季安去里面吃点心，大虎他们也在，先生还要招待客人。好嘞。
教室里，师兄弟们聚在一起，聊到了在京都那2位师弟。这一次金榜题名，他们俩高中，一时声名鹊起，在京都电视大放异彩。对2位师弟的成功，大家自然为他们感到高兴。唯有贺知秋一言不发。当初在宫院，他们选择了明哲保身，虽然那种情况下站出来也是无济于事，可兄弟之间向来不都是帮亲不帮理吗？再说了，大虎师兄本就是占理的一方，占理却不敢据理力争，难怪那2个师兄儒道修为一直上不去。正聊着，煲仔饭总算是空闲了下来，来到了教室。坐坐，今天不必拘礼。季安近来在铁匠铺子里过得可还好？多谢先生关心，我都挺好。什么呀，先生，你是不知道，那老巫婆平日里对季安不是打就是骂，还总是不给他饭吃。季安，给先生看看你手臂上的伤，肿了好大一块，就是那铁匠铺的妇人打的。没事的，若姑娘。师娘虽然严苛了些，但好歹给了我一个安身立命之所。铁匠师傅偶尔还会传我一些打铁的技巧，也算是对我有受益之恩，真的挺好，很好。唉，季安，你就太老实了，总被人欺负。季安，你在学院墙角听课，一听就是2年，这一点难能可贵。但你没有基础，课堂上那些知识和道理，难免会不明确意。这本《三字经》，你拿回去好好读一读，先识字，打基础，如何？这是给我的吗？那傻愣着干嘛？还不快行拜师礼？拜师，先生，真的吗？你不愿意吗？我愿意。先生在上，请受弟子3拜。好了，仅此一次，往后不要再行这种跪拜大礼了。是，先生，弟子记住了。哈哈哈，季安，以后可别叫我陆姑娘了，你得叫我师姐，来叫一声师姐听听。见过师姐，还有我呢。见过师兄。不过先生，来学堂上学的事情能不能再缓个1年？季安，你在说什么？你知道有多少人想拜入学堂吗？哦，这是为什么？我答应了铁匠铺那边，也要做3年杂工，我不想反悔。那你就不怕拒绝了我，从此再也无法踏入学堂的大门？我怕先生不要我，但人不是这么做的。好，季安，那你就1年后再来入学。不过你记住，功课不能落下。多谢先生体谅。虽然煲仔饭很重视季安，但系统却不这么认为。季安拜师并没有得到系统的认可。日子很平淡，直到有一天，季安上山打猎发生了意外。程建豪，你什么意思？说好的我帮你拿到账本，你投票支持我做晚分宗宗主之位，今天投票，你们明剑山庄为何不投我？王长老，你要理解我们的苦衷。那刘长老背后站着的是你们清平剑宗圣女莫清瑶，我们哪敢不支持她？我给你看看我的新伙伴，这个是春水堂的等身手办。很多人可能会对等身手办污名化，但现实不是这样的。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很难找到时间和机会建立稳定的情感关系，而实体娃娃可以成为人们的陪伴者，给予他们温暖和安慰。快去了解一下试试看吧。圣女，那都是过去式了。莫清瑶无故跌境，已经被宗主带回中天州，并且内部已经有传言，若莫清瑶不能在3年内重回3品，她就不再是清平剑宗圣女。这都过去2年了，据说她还是6品，修为丝毫没有寸进。什么？清平剑宗圣女跌境了？什么时候的事？别装模作样了，你要说你不知道，看了我都不信。说吧，圣女已经倒台，你们为何还要支持老刘？王长老啊，王长老，你要我怎么说才好？怎么说？你言而无信，必须要给我个说法。没错，是得给个说法。我们明剑山庄之所以支持刘长老，那是因为什么？你给比？因为刘长老给的比你多。嘿，就凭你也想与我做交易？还好，没被发现。也就是说，刚才发生的事情你全都看到了喽？我勒个骚刚，这究竟是什么逆天的宝贝？我一个4品境界的武夫，连他的一根毛都碰不到。不可能，不死！这是什么力量？不太像真气啊！先生，是那个教书先生，想来不会强到哪里去。他竟能轻松挡住我10成功力的一剑，难不成
程元周的死与他有关。罢了，先回去告诉父亲。呵呵，弟弟不聪明，这哥哥也差不太多。吉安有些沮丧，他第一次遇到危险，竟然就要靠先生来度过。之后几天并没有什么异样，明剑山庄距离龙泉镇有一段距离。煲仔饭算了算时间后，便带着陆悠悠离开了龙泉镇。 6匹马，还记得2年前你用那幅卷轴杀的那几个人吗？先生，他们是来寻仇的。一个2品，一个4品，3个5品，一个6品。你如今正处于7品与6品的边缘，一会儿如果谈不拢，那个6品就交给你了。先生，咱们这算不算江湖门派之间的对决？那咱们属于正义一方还是邪恶一方？女孩子温婉点，别总想着打打杀杀。先生，你不都说过吗？巾帼不让须眉。女孩子怎么了？不一样可以潇潇洒洒，不输男儿。好吧，你开心就好。这位想必就是乘风庄主吧？哦，既然知道我来找你，还不跑？我的学堂就在镇子上，我跑了，学堂怎么办？说吧，你半路主动来引我，所谓何事？程庄主，如你所见，我是个读书人，也是个教书先生，凡事喜欢讲个理字。今天我来是想跟程庄主你讲讲道理。哼，说吧，你想怎么跟我讲理？如你所知，我杀了你儿子。程庄主，先别急着发飙，你先听我说完。严格来说，是我的弟子杀了你儿子，不过那是因为你儿子出手伤他在先，而且还想挟持他，逼问他所学剑法。无奈之下，我们家悠悠只好借用我的力量杀了你儿子。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儿子死有余辜？严格来说是这样的。啊，死有余辜？好胆量！老夫从战国杀到太平盛世，还从未有人敢在我面前如此张狂。小子，你果然不要命吗？程庄主讲讲道理好不好？难道只许你儿子杀我弟子，我弟子就不能为了自保杀你儿子？天底下没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吧？讲理？我来告诉你，我手中剑就是道理。父亲乃2品武夫，那教书先生必死无疑了。等他死了，自己就能再去龙泉镇找到那个少年，取了他身上的那件异宝了。程庄主是不愿跟范某讲道理吗？接着，程庄主既然不愿讲道理，那巧了，范某也略懂一点剑法。如此轻易就破了阵法，这个教书先生至少也是1品高手。修过仙的道友们都知道，相差一个大境界，便是天与地的区别，更是无法逾越的鸿沟。程峰此时已经明白，他儿子的仇是绝无可能再报了。程峰有眼无珠，不识真龙，还请前辈大人大量，放过明剑山庄。程庄主，大周花了3年时间马踏江湖，杀得人头滚滚，无数宗门帮派被灭，这都没能让你长点教训。今日我不过才出一剑，你就能改过自新？剑好，快好！生死之际，倒也能见几分真情。朕，这是剑玉，他竟然是一名剑仙。前辈，这是我程家唯一的独苗，还请前辈放他一马。从今以后，明剑山庄将奉前辈为主，任凭前辈驱使。你儿子杀了清平剑宗的人，又对我的弟子下杀手，程庄主，你觉得他还能活下去吗？程峰一脸死灰，满脸的恨铁不成钢。清平剑宗若是知道了程剑豪杀了他们，整个明剑山庄都将会为此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更何况如今又招惹了一位剑仙。想到这里，他一时急火攻心，经脉逆行，一代剑士就这么憋屈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匹夫撼大树，可敬不自量。诸君，今日你我虽为生死之敌，但范某敬佩各位，不如你们就此离去。若能寻得名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师父因你而死，我等又经脉俱断，再无报仇之力，还有什么脸面苟活于世？你要杀便杀，说什么道貌岸然的话？为答谢诸位，范某便以自身最强剑道送诸位上路。能死在一位剑仙最强剑道之下，我等作为剑客，此生亦无憾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走好。
多谢先生为我除去心头大患。可惜了，本想让你与那名6品剑客来一场对决的。生死是大事，生死面前，对手什么的当然不重要。走吧，回家。先生，我忽然想喝真的桂花酿了。那我下厨给先生做2个小菜。那倒不必了，先生只喝酒就好。先生，喝酒怎么能没有下酒菜呢？别客气，这是弟子应该做的。不如你让季安来做，今天也算是给他解决麻烦，咱们俩都出了力，他小子还没做什么呢。先生，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不想吃我做的菜？哪里？先生只是单纯的不想便宜季安那小子。真的？真的，比真还真。那好吧。先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仅1年时间，许平安便已收复草原大部分部落。于6月13祭告天地，昭告天下，于草原立国，国号北燕，是为光武元年。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周朝廷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消息，朝堂之上便有武将申请出战。你们几个可有什么看法？父皇，儿臣以为，若放任北燕不管，必定会养虎为患。养虎为患。燕国余孽贼心不死，势必会觊觎我中土9州。现在他才刚刚立国，国力空虚，且北方还有2个部落牵制。如果此时出兵，必定能一举灭掉北燕，永绝后患。二殿下此言差矣。我大周虽立国10载，但战国数百年留下来的疮痍仍未磨平。此时若再起战事，天下百姓势必会怨声载道。其二，大周建国曾立下国策，减赋10年，今年正好是最后1年。这10年减赋，大周国库始终不得充盈。若一旦开战，势必会压力巨大。若此时增加税收幅度太大，以此来支撑大军，势必会引起反弹。到时候国内说不定会打乱，反而得不偿失。其三，北方草原乃是苦寒之地，此时出兵，一来正好会遇上冬季，是草原最寒冷的时候；二来我方将士不适应草原气候，到时候势必会被对方有机可乘。由此可见，绝不可贸然出兵。愚蠢！兵贵神速，放任北燕多过1天，他们的实力就会多强大1分。这样下去，迟早要成为我大周的心腹大患。罢了，暂不出兵。虽然天子没有批准出兵，但大周依然还是加强了北云边境的盾兵以及对草原北燕的监察。与此同时，小镇上陆悠悠已经向煲仔饭辞行，准备前往中天州清平剑宗。明天就走。师傅的墨宝都带着的吗？带着的。万一输了怎么办？没有万一。此去清平剑宗数千里之遥，我会一路磨砺，温养剑意，不管最后是胜是败，我都不后悔。明天我就不送你了，等你回来前写封信，我会在镇外迎你。第二天一早，陆悠悠没有跟任何人告别，牵着大虎师兄用了半年薪水给他买的马匹，悄悄离开了龙泉镇。陆师姐，你怎么来了？等多久了？没等多久。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我好了，季安，咱们就此别过，你回去吧，好好读书，好好练功。师姐，不，陆姑娘，不，悠悠，我喜欢你，喜欢你。走了。他听到了吗？我知道了，等我回来。好，早点回来。分别犹如初见，少男少女的恋情像是春雨过后的初笋，令人向往。煲仔饭远远地站在山头，望着两个弟子之间的告别，不由得会心一笑。师傅，是不是每个人到头来都会渐行渐远，彼此分别？真，世间人千万，没有人能彼此之间完全心意相通，也没有人能完全理解你的苦，你的乐。但凡能找到一个志趣相投的人，都已经是侥天之幸。生命从来不是恒定不变的。
不管是相聚还是离散，都只是人生漫漫路上一次波澜不惊的小浪花而已。能携手走过一段路，便把这段路藏在心里，细细品味。若是不得不分开，那就常常挂念。祝他一路安好，万事顺遂。期待着再次相见的日子，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好呢？师父，弟子请辞，还请师父准许。煲仔饭一愣，有些愕然，有些没反应过来。你要去哪？师父放心，我剑体尚未大成，不会这么傻，现在就跑去报仇。我只是想去江湖上走走。师父，您不是说过吗？一柄剑想要真正成为绝世宝剑，出炉之后还要经历千百次的磨砺。我修行剑经10多年，至日承受剑气穿心蚀骨之痛。可就算如此，体内剑气再浑厚，也始终难以迈出这最后一步。学堂里太安逸了，也太安全了。这样的环境适合读书，适合大虎师兄和知秋师兄那样的纯粹读书人，但我不适合。我修的是剑仙之道。师父，请你允许我离开学堂，离开龙泉，去江湖上走走，去看看世间风雨，去磨剑。好，去吧，你也长大了，是该去看看这个天地有多大，去见见这世上形形色色的人。读书明理，练剑强身，都不如一步步去亲历。师傅就在学堂里，想回来了就回来。师父，我走了，学堂里就剩您一个人了。胡说，大虎、知秋还有季安他们也常来。再说了，师傅还能照顾不好自己。好了，已经是大姑娘了，怎么还和小时候一样？师傅去给你写几幅字，多写几幅，遇到危险可别不舍得用。赵真望着煲仔饭的背影，张了张嘴，但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随后他缓缓跪在地上，含着泪磕了3个头。师姐，你以后会不会也会离开？我才不会像他们那样呢，我又不用求取功名。一路平安。